大家晚上好。然后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直播。昆山杜克不去也罢，以前学校里身边的小粉红都归国去昆杜做教授了。哎，这个有的时候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呗，对吧？这个今天我们又收到了上纽的拒绝信，就上海纽约也去不了。没事，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好好高考就完了，那还能咋办呢？有声音，哎，这个现在就是上了这个麦克风以后都是有声音，声音一般还可以啊，就是不像有些人上来就是哎呀有声音没有啊，我有时候是如果发现大家这个没有反馈，我就说哎是不是我这儿有问题，说是不是直播开始了，这个会去问一下，但是通常声音还是会有的啊，然后。先点赞，感谢感谢。这个大家周末好啊，周末好。今天你看这个后边是个黑板，是个小教室，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讲一点这个苹果为什么就不干汽车了这个事情。然后呢再讲一下说，哎，欧洲也有一个 OpenAI 了哈，或者有一个对标公司了。这个至少比咱这个强一点吧，咱们这个能够对标这个山姆奥特曼的是李一舟，对吧？人家好歹还是个做模型的，而且那模型还挺好使的，我这几天还在用。啊，今天挺早，不早，今天的时间正合适嘛，不是？等我一下，稍微的收拾一下它。好，时间到了没？还差几分钟。啊，这个你好，你好，你好，子睿，啊，金子睿，对，这个我已经拿到签证了，日本签证已经拿下来了。结果现在日本签证是一个电子签，就是我回来以后翻了半天护照，发现啥也没贴上去。然后呢，告诉我插了一张纸在里头，说你要扫一个什么码，然后输入护照号，输入那个叫做什么东西，输入那个生日，哎，好像是对，输入哎不是生日。输入护照号，输入好像是生日，然后呢，它就会，给你那个显示一个15分钟有效的一个网页，然后把这个网页给日本海关看，就可以进去了。对，这个算是护照和就是日本签证算是搞定了。还是要想办法让小贩出去。哎，是啊，这个后面那就要努力了呗。这个但是也可以这么讲，就是在国内高考了呢，它省钱呀，对吧？它就可以这个好好的这个先把本科上上，然后上一段时间以后再研究怎么出去上其他的。哎，日本签证有什么要求吗？没啥要求啊，我就老老实实的去填了个表格，说我是 YouTuber，然后把我那个 YouTube 的流水打了一张纸，然后给人送去了。然后呢，存了好像是多少？存了20万人民币吧，然后开了一个存款证明就搞定了。对，那就开始联络各路好友，设定日本行程。这个是我看看啊，今天是3月1号，然后，呃，我觉得我们怎么着得到，我看看啊，今天是3月1日，然后比如说19号那一周过去，啊不对，是18号，那一周过去，我们就尽量的在18号到23号左右啊，我们把这个日本的行程都处理掉啊，就是都能够见面，咱们尽量见面。对，
老花多少度？老花分度数吗？这个我还真搞不懂啊，因为我是近视是有度数的，然后老花只是说，但是现在这副眼镜就是近视镜啊，就是你们每次说那个上头放紫光那个眼镜，那个是渐变镜，就是它那个是上半截是跟我近视度数是一样的，然后下半截是给我减了大概，我估计是减了100度左右，然后呢就是看这个叫什么东西，看手机啊就用下半截看，开车呢用上半截看啊，它是这样来工作的。啊，明天飞东京2天后去这个后边这字念户还是鱼呢？这个繁体字有时候就认不出来。啊，好啊，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第一个是话题，苹果又一次放弃了造车，为啥说又啊？因为苹果呢，每过一段时间就会传出来它不造车这样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每过一段时间说我又造了，所以呢，这一次啊，虽然说是动静比较大，而且号称1000多人的团队都直接解散掉了，但是怎么说呢，也保不准过2天他又开始招聘了啊，因为我记得在国内喜欢干又来又去的事儿是谁？是百度。百度呢，像我们以前就经常说，哎，百度要开始移动战略了，招了一大堆做手机的人啊，他们百度也曾经尝试过自己做手机，自己做操作系统，自己做这个 launcher，什么都干过。然后呢，过一段时间说不行，他们不干了，把人都裁掉。然后又过一段时间，百度又干了，又招一堆人进去。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管百度叫什么呢？就是他去给所有人涨一遍薪水，干这么个事情。因为你一旦招到百度里去，你就涨薪水了。然后从百度离开了以后，你说百度的人嘛，那再去一些稍微小一点的厂，还可以再涨一点点薪水，对吧？他是可以来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苹果呢，反正造车这件事儿，他是拉了好多次抽屉了。现在呢，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首先是彭博社报了一个消息，说苹果把这个造车的部门整个的解散掉啊，造车项目停止，它那个项目叫泰坦工程啊，Project Titan 啊，把整个泰坦工程停止，然后1000多人，首先想让他们看看能不能做一点生成式 AI 啊，当然大部分的人让他去转岗，如果转不掉的，然后再把他们开掉啊，这个事情是彭博报了。然后苹果呢也有一些内部信爆出来，啊，这个有一些知名的爆料人士也在去说这个事情，但是苹果一般这种事儿它是不会发一些官方通告的啊。这个再注重保密的公司呢，也拦不住各种消息的走漏，特别是乔布斯离开以后，在乔布斯活着的时候，苹果还是密不透风的啊，他特别严厉的要求大家必须要去保持啊这种机密，但是现在。这个他走了以后的话，提姆库克上来，其实保密意识已经差很多了。现在，你比如说 iPhone 每次发布之前，我们基本上发布之前1个月就把这个 iPhone 的所有新功能都搞明白了，对吧？然后我们也再也没有这种惊喜的 One More Thing 这种事情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了。这个乔布斯活着的时候，有时候 One More Thing 还能吓大家一跳，或者说真的是让大家这个欢欣鼓舞一下。但是提姆库克就没有这些事儿了。从2014年开始造车啊，它这一次呢叫Project Titan 啊，泰坦项目2014年开始，花了多少钱呢？花了100亿美金，现在解散啊，1400人转岗或离职，准备做 AIGC，因为苹果 AIGC 这个事儿它肯定是不能缺席啊，它还是要老老实实去做的啊。那么各位大佬就纷至沓来，每个人都要蹭一嘴，对吧？像我现在也在蹭他这个苹果这个事情。第一个蹭的也是最该蹭的是谁？埃隆·马斯克啊，这个发了个 Twitter 上呢是2个 emoji 啊，2个表情符。第一个呢是敬礼，第二个呢是点了颗烟，对吧？这个就是我向这个事情致敬，然后冒颗烟，就表示了这样的一种心态啊。然后呢，我看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是李国庆啊，就是这个原来把这个公章拴裤腰带上这么一位朋友啊，他写了一个，他说什么呢？说苹果是要做创新产品的，没有创新的那些内卷的产品，苹果是没有兴趣的。这种说法呢也算太高看苹果了。然后雷军啊，雷军是这2天风口浪尖上啊，据说是现在小米的汽车已经准备开始卖了啊，已经开始在装修 4S 店了。
雷军写的是非常震惊，小米的战略是人车加全生态。我们深知造车难度，3年前依然做了无比坚定的战略选择，认认真真为米粉造好一辆好车，对吧？这个是小米说的啊，他反正就是说，苹果不造了，我就震惊一下，但是还是利用这个机会把小米自己的口号喊了一遍。但是这个事情完了以后呢，雷军也没闲着啊，他干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小米苏7支持 CarPlay 了啊，做了一个 CarPlay 的演示，算是致敬了一下苹果汽车吧。大家知道 CarPlay 实际上是 iPhone 可以通过一个线路或者是无线的方式，连接把自己 iPhone 的一些屏幕投到这个车的车机上去。iPhone 其实苹果自己原来也一直是在摇摆，就用 CarPlay 就可以了呢，还是说我真的要自己造一辆车呢？它也在摇摆了很长时间。国内所有的造车新势力做的电动车，没有任何人支持 CarPlay 的，小米是唯一的一个，对吧？如果不是赶上小米，这个苹果说我不玩了，小米也不会去演示这玩意儿 CarPlay 来，你不玩了吧？我用上了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理想呢是说了啊，苹果放弃造车，选择聚焦人工智能是绝对正确的战略选择，时间点也合适，做成了 To C 的人工智能，苹果会成为一家10万亿美金的企业。人工智能输了，苹果会成为一家1万亿美金的企业。人工智能会成为所有设备、服务、应用、交易的最顶级入口，苹果是必争之战。做成了汽车，大获成功，苹果会增加2万亿美金的市值，但是汽车大获成功的必要条件必然是人工智能。汽车电气化是上半场，人工智能才是决赛。手机延展的人工智能是比特，汽车的人工智能是原子。人工智能横跨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人工智能成功有3个必要条件：人才、数据和算力啊，这是理想讲的理想呢是现在造车新势力里头第一家盈利的，现在交了一份巨棒的财报这个理想的成功也是我觉得让苹果愿意放下的一个最核心原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想，造车新势力里头谁先成功了，对吧？理想先成功了，那么理想代表的是什么不是第一个第一个是蔚来，对吧？不是技术最好的，技术最好的是小鹏，对吧？也不是最爱国的，最爱国的是这个叫做赛力斯造的问界华为问界也不是传统技术最强的，比如像极客像这个其他的一些由传统车厂造的人，而是理想这样的一个公司，它先盈利了，对吧？那理想跟其他人有什么区别呢？理想的口号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呀，对吧？最后发现卖汽车原来卖的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对吧？他盈利了。这个事情如果我是提姆库克，我也不干了，对吧？你们这个折腾什么劲呢？费了半天劲冰箱、彩电、大沙发第一个盈利了。然后何小鹏就是小鹏汽车的老大也出来说了，说去年还讨论过汽车行业新进入者会在2024年内全部出牌，但除了苹果，2024年后的10年会进入淘汰赛和明星赛但没想到苹果在2024年毁了这样的牌这是何小鹏讲的。然后还有谁讲了呢？这个是贾跃亭他是造这个贾跃亭的也是造车造了很长时间嘛，他讲的是什么呢？我其实非常失望，库克究竟不是我心目中的乔布斯，他可以守住乔布斯打下的 iPhone 江山，但却似乎无法开创 AI 电动出行的未来。这是顶尖职业经理人和伟大创始人之间的差别，对吧？贾跃亭觉得他自己是伟大创始人嘛，那么提姆库克你不行那么贾跃亭造车造了多少时间呢？也是2014年开始的，造了10年了。贾跃亭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苹果花的钱多呢，苹果花了100亿美金嘛，贾跃亭花了330亿人民币苹果的1半左右的钱。但是呢，车好像造出来了，又好像没造出来，我现在也搞不清楚贾跃亭的车到底造没造出来
就像他那个下周回国一样啊，薛定谔的车。那苹果跟汽车之间呢，真的是一段孽缘啊！为什么讲叫孽缘呢？这个乔布斯当时在没有出 iPhone 之前，其实就是想造车的。当时呢是苹果的 iPhone 跟汽车2选1，到底造哪个？啊，先把 iPhone 造出来，结果 iPhone 大卖了，这个车的事儿就停下来了。所以苹果是一直惦记造车啊，不是说啊到了今天才开始想造车的，或者看着特斯拉成了才想造车，一直就这贼心不死。这个2014年呢，算是正式立项创建了泰坦项目，有钱啊，招募啊，挖角全世界顶尖的汽车人才，这个挖的马斯克都快坐不住了。为什么？因为挖了大量的特斯拉的人，对吧？马斯克最后在推特上啊泛酸啊，说什么呢？说那些被苹果挖走的特斯拉工程师，马上就会变得平庸起来，对吧？说的成这样的话，他都说过。啊，这个他也是挖了特斯拉什么副总裁呀，挖了特斯拉的 Model 3的负责人啊，挖了一堆的这样的人啊，前前后后不停的挖，然后包括挖福特的这个宝马的人，就是只要是造车的这大厂的这些高管啊，挨个吧全都挖了一遍啊，真的是梦幻团队。但是呢，苹果造车失败就是从这个梦幻团队开始的啊，大家要知道梦之队这种东西啊。是非常非常难以带领的，啊，为什么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背景的这种梦幻队员，对吧？有年轻的，有岁数大的，每一个拿出来，你说你去造车，我给你笔钱，我估计这些车都造出来了。你把特斯拉的副总裁说，来，我给你笔钱，我不管你，你造车去吧，对吧？他可能这车早上市多少年了，对吧？或者你把福特的一个什么人拎回来，说你造车吧，他也造出来了。但是你把这一帮人搁一块了，塞一个屋里头，对吧？说来。咱们商量一下怎么把车造了，那这事儿就没法整了，啊，保守的传统车企的人啊，希望传统一点啊，我们造一个半自动的吧，啊，还是要有方向盘的，对吧？特斯拉的人肯定是惦记跑得快一点，对吧？说我们来全自动的，对吧？这个特斯拉还有方向盘，咱一定要造这个没方向盘的。那苹果的人呢，肯定希望更苹果一些，但也有一些老苹果的人会加进去嘛，啊，那么他说我们啊要怎么去更酷炫，怎么去这个。啊，符合苹果的一些精神，它这个东西它调不起来，啊，你要想调和这样的矛盾，怎么调呢？你必须是有一个极其强力的领导和这个老大，你才有可能把它调出来，否则这个事儿是没有任何机会的，对吧？这个不断的调整方向，不断的解散重组，就是他整个这个团队也不是说到现在这1400人，就是从一开始招了到现在，对吧？他也是有一段时间啊再裁一点，有一段时间解散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再去招募一些。啊，所以我说他就又干掉了，而且也不断的换老大啊。这个团队是过一段时间换个老大，过一段时间换个老大啊，这个就很惨。马斯克呢也曾经在 Model 3产能地狱期间，就是他每一个新车上来以后产能跟不上，他就会赔钱嘛。那个实在玩不下去了，曾经呢寻求过苹果说你把我买下来吧，啊，去找提姆库克谈一下，说这个你把特斯拉买下来啊。当时呢。特斯拉出价是多少钱？600亿美金啊！你给我600亿美金，特斯拉就是你的了。提姆库克连见都没见他，对吧？苹果当时是市值多少？苹果当时的市值是1万亿美金，对吧？说你拿600亿把我买下来啊，然后呢你就有特斯拉了。这个提姆库克没干。后来呢是这个特斯拉最高的时候涨到过1万亿美金啊，现在是6000亿美金，就是比当时想去卖给苹果的时候翻了10倍。而现在的这个苹果呢，只涨了3倍啊，就是当时是1万亿美金，现在变成了2.9万亿美金啊，涨了基本上是3倍啊，这样的一个程度。其实你要真的把一个特斯拉整进来，可能现在至少能够涨到5万亿或者更高一些的是没什么毛病的啊。但是苹果错失了这个机会啊，现在呢就是又解散了一次，当然未来呢也许还会重启。下面呢，我们想想啊，苹果为什么会选择放弃这件事儿？苹果呢，放弃过非常非常多的项目啊，绝不是说这个我造一个成一个，造一个成一个啊。有些项目呢是上市了啊，但更多的是还没上市就放弃了。就是你要相信这种大公司里头，水面之下的东西肯定是比水面上面的要这个
大很多的啊，他们会研究各种的有可能的新科技、新方向，对吧？但是最后能不能做出来，真不知道。你比如说吧，我一直在期待一个什么东西，就是手表测血糖啊。苹果每年出新手表的时候都在说，我们手表测血糖了啊，我申请了相关的专利了啊，我还收购了相关的团队了。但是这个最后啥也没有，对吧？每年的新手表出来，发现啥也没变化，但是每年这个数着涨啊。苹果手表7、苹果手表8，现在好像是9了，对吧？那个测血糖的功能还是没出来啊。这个苹果一定是有大量的没有上市的东西会被裁掉啊。那么，如果是有时候对，有时候错呢，这件事儿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对吧？像巴菲特似的啊，你有时候是对，有时候是错，这是正常的。百发百中那种啊，才是最大的悲哀啊，说明完全没有创新和冒险精神了，那就。而且，如果是真的百发百中，那么就说明他只做确定性非常强的事情，或者是什么呢？对市场使用了统治地位啊，搞了一些盘外招啊。大家知道炒股100%胜率还敢加杠杆的股神是谁吗？绝不是巴菲特啊！巴菲特炒股是不加杠杆的，而且有时候输，有时候赢啊。这个当时这个巴菲特好像不是巴菲特，就是他那个合伙人刚离世的那个啊，荣格啊，不是荣格，他是合伙人叫什么忘了啊，没关系啊。他呢就讲过说，如果把我们做的最成功的10个案例去掉，我们这一辈子的投资就是个笑话，对吧？这个才是正常的创新、正常的创业、正常的投资，对吧？这个应该是这样。但是炒股100%胜率还加杠杆的啊，这位股神啊，大家注意，叫洛佩西啊，是美国的这个他应该是参议员的这个还是众议员的这个老大吧，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老太太啊，她经常告诉大家说，哎，我今儿买什么股票了啊，而且加了杠杆去买的，这个很多人跟着他，发现从来没错过啊，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弄的。当然，苹果呢，刚才我们也讲了，放弃了并不阻碍它重启。苹果放弃这个项目的最核心原因，刚才我们讲了，方向不明确，这个是最难得的啊，最难搞的就是方向不明确。跟大家讲一故事吧，曾经的乐视，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在乐视做电视啊，然后呢，他是 OS 派，就是他负责整个乐视电视 OS 的。这个乐视电视这个团队里头，也跟这个苹果造车这个团队其实很像。它呢分几波人啊，第一波人呢是联想的人，联想的人干嘛的呢？就是他们以前做过电视啊，对整个的供应链都比较熟悉。第二波人呢，就是他们这帮做软件的人啊，原来是做这个安卓 launcher 的，或者我们管它叫桌面啊，原来做这玩意儿啊。那你现在到电视上，你需要给电视用安卓啊，用这个安卓系统去封一套这个桌面系统出来啊，这干这个。然后第三波人呢是这个老乐视的人啊，就是做内容相关的这帮人啊。然后这帮人在里头也是打来打去，联想的人说我们要保守一点啊，这个你做出来的东西有问题啊，然后我们要怎么去调整这东西啊。然后 OS 这帮人说我们是不是啊应该怎么再酷炫一点，然后应该如何如何，对吧？然后内容的人说你怎么能够多收点钱回来？大家也在里头打一堆啊。但是最后乐视电视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哎，就是贾跃亭上来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对吧？我告诉你这样做啊，然后他能够把这事摁平了，你才能接着往前做。现在的苹果汽车这块就属于叫什么？就没有老大盯着，对吧？没有老大盯着呢，他就不会往前走啊。提姆·库克说：“我也是个职业经理人，对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你们自己给他炒明白了，然后给我一个这个方案出来，然后我去选。”我记得是啊，早期是哪个美国将领哈，也是个5星上将，他呢好像是这个叫克林鲍威尔啊，他就说啊，去一个什么地儿啊，去接手了一支新部队，然后这个新部队呢，人家就问他说这事儿咱该怎么办啊？你现在接手了，你是主官了，对吧？然后呢，他到那儿以后说，这个我太熟了啊，你们想给我一下马威嘛？我新来初来乍到，对吧？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你就想让我出个丑，对吧？那我怎么办？啊，这个克林鲍威尔说了，说参谋们，对吧？你们这些人赶快给我出10套方案出来，然后让我挑一挑，对吧？这个提姆·库克其实干的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说你们先炒明白了，告诉我啊，给我出几个方案让我来挑，对吧？他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决策能力，对吧？没有真正的说啊，我决定了就一定要这么干啊，他没有这个决心啊，这就没法搞。然后，所以没有老大盯着的项目啊，都是不行的。
啊，我以前的老大啊叫傅盛，他就讲过一个事儿，说一个公司里头，只有老大盯着的事情是会成功的，只有老大这个不盯着，或者老大的这个注意力不在这儿，这个事情都做不成啊。但是如果老大不盯着，这个事儿还成功了，这个事儿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啊。这种事情发生了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成功这支的人就要叛变啊，就要成为叛将，要叛出国门去，或者叛出这个门派去啊，要干这样的事情啊。因为傅盛自己就是这么干，对吧？在这个周鸿祎没看着的时候，他在后头做了一帮这360的东西，然后等周鸿祎一回头啊，他行，我走了啊，我不跟你们玩了，对吧？他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他就特别强调说，一个公司里头只有这个老大盯着才有可能成功的一个事情。那么苹果退出呢，其实中国人的加入，让电动车竞争更加白热化的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重要了，对吧？理想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顾客喜欢的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件事儿，肯定也是给苹果一定的打击。电动车呢，第一件事干的就是电气化，对吧？我把汽油机干掉，然后换成电动机，换成电池，然后现在特斯拉也好，中国的所有的魏小李、什么赛力斯这些厂家也好，我们把这事搞明白了啊，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几百万辆车在这个街上跑着的，而且非常非常成熟了。电气化已经没有什么可卷的了。现在大家卷的是什么？充电的电压我怎么能提高一点啊？原来是这个300伏改成500伏，然后改成800伏，然后电压提高了以后怎么弄？它充电会快一点嘛，对吧？这样电流就可以小一点，充电可以快一点啊。或者说我怎么可以把电池朝上放、朝下放？小米就在干这个事儿嘛。你真的没什么可创新的地方。手机，大家其实也没什么可卷的，就是苹果在把手机定成一个大方片，然后上头只有一块屏幕之后，最后把自己的没什么可卷的了，卷的最后就是把按键去了，对吧？把这个上下边去了，然后变成全面屏，你说还可卷什么？对吧？到现在苹果那个折叠屏手机也没做出来啊，所以手机现在大家卷的就是芯片、屏幕、摄像头，完完全全进入挤牙膏的状态，而且是属于是好像挤了又好像没挤出什么东西来那样一个状态。那么 AI 手机今年可能会流行一下，那么 AI 手机其实跟原来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更好的芯片、更大的内存也就完事儿了啊，否则你可能这个模型跑不起来。电动车呢也早被中国厂商给彻底的同质化了啊，没有任何差异性，现在就是冰箱、彩电、大沙发，然后4个轮子加俩沙发，对吧？其他啥也没有了。你说我还能在里头做出什么其他新花样？做不出来了。自动驾驶呢，其实现在特斯拉跟国产新势力已经用里程、事故数和人命和新闻管控这几样利器快速的在积累数据。苹果想在后来居上，想赶上，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能了啊。所以啊，他现在发现了整个这样的一个态势了以后，说还能不能继续做点什么？发现没什么可做的了。对吧？这件事情呢，已经完完全全脱离了苹果最擅长的创新领域。这个想做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件事儿，苹果早就做了，对吧？他不爱干这个事儿，因为什么呢？富士康早早的就把车造好了，说来，你看我这车都做出来了，对吧？这个您只管点个头，对吧？这个往上贴一标就可以卖了。富士康都做好了，就等着苹果进来了。是苹果不要这东西，那富士康做那个车叫什么？叫 Model B 啊，这个叫什么？特斯拉是 Model S、Model Y、Model 3，对吧？是这样的一套东西，还有 Model X，对吧？这个 E 是当时没取下来啊，本来这个马斯克想叫 Sexy， 对吧？SEXY 啊，他原来想是这个，但是 E 呢是因为奔驰 E 系列不让他用，最后只能 E 变成3了啊，所以它中间有个叫 Model 3。然后这个富士康这边叫 Model B 啊，我记得当时还讲这个用台湾话说出来像骂人啊，咱们就不学了。那苹果真正擅长的是什么？苹果擅长的是工业设计、人机交互与技术的完美结合，对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重新定义一些交互方式。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去看看 Vision Pro 啊，这个空间计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虽然说在技术上并没有那么大的领先，但是它靠堆料啊，靠把这个技术指标堆到极限的一个状态啊，它把人机交互的过程给你颠覆掉了，这个是苹果想干的事情。但在汽车领域里头呢，苹果做不出这东西来，对吧？你直接把那个富士康做的 Model B 拿出来
这个你没法弄嘛，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去有苹果的调性，没法在上头有附加值，对吧？你没办法找到迈上这半步的这个台阶，苹果每次都是迈半步啊。为什么要这么讲？你真的是革命性的说，原来这东西从来没有过，然后我整个做出来，对吧？这是完全革命性、颠覆创新，那叫一整步。你比如说像 iPhone 出来之前，这种大直板的手机是有的啊，不是说没有啊。像 HTC、Windows 的这个 CE，然后包括诺基亚都做过大直板手机，对吧？甚至有直板手机、直板加键盘手机，什么都做过，大家都尝试过啊。但是苹果真正改变的什么？是你整个的交互方式啊，给你整个换掉了。而且在这个交互方式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是革命性的产品，而且我们愿意为它付费买单，愿意付更多的钱，对吧？你现在比如说苹果真的造出一辆车来，它得比 Model S 卖的贵吧，对吧？那你说现在大家都在开始疯狂卷价格了，对吧？已经没得可卷了，比亚迪秦，对吧？79800了，你这样的一个玩法怎么办呀？苹果你说价钱也卖不上去，创新也做不出来。啊，那就先退掉。而且苹果呢是喜欢用这个用户体验啊来去换续航的啊，这个是比较神奇的。甭管是 iPhone 还是苹果手表，都是同时期同类产品里边续航最短的。iPhone 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大量的手机是可以续航1个礼拜的 ，iPhone 出来说不，我就让你1天1充电，对吧？苹果手表出来的时候是1天1充电，现在你比如你去买华为手表，买各种小米手表，都是1个礼拜，甚至可以做到10天1充电。但是苹果手表你还是得天天充电。但这个事情呢，你在汽车上是不能这么玩的啊，因为汽车电动车这个东西本身是有续航焦虑的啊，这个肯定也是苹果不希望跟他们去费劲的一个事情。那苹果放弃汽车呢，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这个中美关系啊，这个地缘政治可能也是苹果放弃电动汽车的一个很核心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想造汽车，你必须要买中国电池，对吧？你可以说我不要中国电池，那怎么办？那你其他的电池就会贵非常非常的多，对吧？在美国和欧洲现在都开始做这个中国电池出口的一些限制啊，使用的一些限制。那么对于苹果来说呢，也是比较难去搞的。现在包括像大众的汽车，对吧？拉到美国港口被人扣下来说，为什么你里头装的中国电池啊？你这有问题啊，它都会有这样的事情。那苹果如果造了这个汽车了以后啊，它也会有同样的事情。不使用中国零部件，那车一定是很贵的，而且品质绝对没有保障啊！这个千万不要说离开中国零部件，这个车的质量就好了啊！中国电动车是用了大量投资人的钱和这个车主的生命，在不断的迭代，已经把坑都踩过了。所以现在中国在做电动车这件事上来说，还是比较领先的啊，不能说遥遥领先，还是比较领先的。就算是特斯拉也有大量的原配件和这个电池都是在中国生产的，对吧？欧洲呢已经暂缓了全电动车化的这个进程，包括像奔驰啊，都说我们还要努力再推一些燃油车出来，对吧？在讲这个事情，因为他们发现电池这件事情，他们其实是卷不过中国人的啊。苹果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它正在快速的搬离中国，对吧？它中国的固定资产在下降。在中国的代工厂在撤离，而且在中国的销量也在断崖式下跌啊，这是对于苹果来说很难以忍受的。他其实想的是说，你还能好好卖着，我到印度去造，到越南去造，你好好卖你的 iPhone 去。但是苹果今年啊 ，iPhone 的那个销量其实是不怎么样的，除非是特别高精尖的产品，现在苹果基本上是不在中国造了啊，能到印度造，能到越南造就尽量上那儿造去。对吧？据说是今年的富士康压根就没有招工，现在富士康的工厂里，是郑州富士康工厂里也没有多少工人啊，可能有几个还是印度人啊，到这边来学习机器使用，学习这个生产制度，而且这些人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会拆了机器以后连机器一起带走啊，这是现在郑州富士康在干的活。那现在什么东西是必须在中国生产 ？Vision Pro 必须在中国生产，就是比较难造的东西必须在中国生产，以前没造过的东西必须在中国生产啊。因为中国的这个工人还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磨合和训练，对吧？而且周围的所有配套产业链都非常的完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这个特别难的、特别新的东西都在中国造
啊，不是特别难、特别新的东西，大家都造习惯了的，啊，拿到外边造去啊，这是苹果现在的一个策略。那么如果造汽车的话，大概率你是离不开中国的啊。如果苹果造汽车啊，在中国造是最好的。造车很难啊，这个事儿是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决心才是最重要的啊。苹果如果说我就是有决心，我生干，它能不能干出来？绝对能干出来啊！你像贾跃亭330亿都干出来了，小米汽车大概也就是100多亿的这个投入也就出来了，对吧？所以你说苹果说我要造出这辆车来，2018年啊，你2014年成立的项目组嘛，你18年把它造出来，造3年或者17年把它造出来，这个事儿其实是 OK 的。雷军既然3年能把车造出来，你这个提姆库克凭啥造不出来？你是比他穷啊，还是比他笨呢？哎，都不可能嘛。所以还是决心的问题。这件事儿呢，就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啊，人定胜天。这个事儿啊，对于一个很庞大的组织来说，这个还是有道理的。哎，当大家真的是说我们盲目的就往这一个方向走，再也不往其他地方想了啊，那这东西就做成了，对吧？雷军就讲了说，我是赌上了全部声誉的最后一次创业，那他就是一定要成啊，没什么好说的。哪怕是有一个像余承东这样喊遥遥领先的人，对吧？这个也行。为什么苹果下它这个泰坦项目最后扯来扯去，扯来扯去，最后做不出东西来？没有任何人愿意承担责任嘛？那余承东是喊了说，这个哪怕你把我开了，我也得坚持喊遥遥领先，我接着往前走，对吧？这个事儿现在在华为里头还在那打呢，哎，打不过，然后呢我就接着喊遥遥领先，我接着拉着这个问界，拉着这个什么智界往前走，对吧？那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就是赌上我全部的身家性命，我也得干啊！就是苹果就没有赶上这么一个人啊，但没有办法。魏小李呢也是这样啊，未来小鹏理想不成功则成仁啊，基本上是背水一战。你不这么干，这个车你是造不出来。你以为马斯克当年造特斯拉的时候，连续赔了那么多年的钱，然后最后差点卖给苹果啊，幸亏是苹果没买啊。那也是这样，不成功则成仁。你没有这样的决心，你是造不出车。任何一个机构都不可能造出这种东西来啊。即使是贾跃亭，也从来不敢轻言放弃，永远说我在造啊，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你看我又往前走了一步啊，至于走到哪儿我们不管，但是他说我一直在造啊。当这个选择太多，后路太多，重要的事情太多，团队里头啊各种公司挖来的大牛非常多，老板的心思又不在这个上的时候，失败也就是一种必然的一个结果啊。那么决心不够啊，在四处摇摆的并不仅仅是苹果，传统车厂实际上都在干这个事儿啊，包括日本的氢能源计划，对吧？喊了半天氢能源，你倒是把车造出来啊！你如果早早的把车造出来，然后让这个车哪怕赔着钱，让这个车满街跑，对吧？现在没准也没有特斯拉什么事儿，咱们就开着氢能源的车就没事了，对吧？然后德国啊又回去了，对吧？造着造着说，哎，算了，我这个接着造汽油车去吧，对吧？这是德国的事儿。美国车企其实也是一样啊，虽然说福特啊、通用开始做一些电动车，但其实他们很多的电动车是在中国造的，对吧？这个在中国卷来卷去的。韩国车厂现在啊有一些电动车，现代啊什么造的还可以啊，但是这些车在中国不太常见啊。这个起亚的做的电动车也还行，不知道其他国家是不是见的比较多这个东西。然后呢，很多国家都跑到中国来造啊，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卷呗，你们不是卷吗？我在这儿跟你们一块儿卷，然后卷完了以后，至少我知道这个事儿是怎么干的，对吧？我也知道哪块该怎么省钱啊，什么地方什么东西上哪去买去啊？比如福特的野马电动车啊，这个也是个 SUV。野马在福特本来应该是这个跑车啊，但是在电动车呢就变成 SUV 了啊，就是在中国造、中国生产、在中国卖，对吧？大众也是有大量的这种 ID 系列，很多都是在中国买，而且大众的 ID 系列在中国卖的价格要比在德国便宜非常非常多，对吧？这个甚至有一些人把大众汽车运到德国去，还被德国的经销商啊去举报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可以把这样便宜的车运回来，对吧？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啊，这个也是大家跑到中国来搞事情。现在大众在跟这个小鹏做一些合作，看看以后是不是如果小鹏撑不住的话，没准大众会冲上去把它买下来啊。那么面对新势力，传统车厂呢，就像是第一次看到蒙古骑兵的欧洲骑士一样，就是他们欧洲骑士长成那样，穿着盔甲，然后这个带着侍从，这个可以跑2步，然后做一个小小的冲锋就可以的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他们经过漫长的演化了以后，找到了一条
正确的路径。但是他们看到一帮人说，哎，也没有盔甲，对吧？骑了个马，然后这个马还那么矮小，举着一把上面生锈了的刀，然后那个光个脑袋，然后就冲上来，你们在干嘛，对吧？他们现在就感觉是这样。这个造车新势力呢，就包括像马斯克，对于造车这个传统车厂来说，都像是这种龙骨骑兵一样，对吧？他们没法适应这种新的战争方式，他们已经完全路径依赖了。所以这个也是啊，提姆库克招了一堆的这个能人啊，招完了以后，大家是没法在一块折腾的。那电动汽车大势其实已经是不可阻挡了啊！为什么这么讲？很多人说，哎，电动汽车是不是废了？这没法整了，没戏啊！这个马斯克还在努力的推，而且马斯克推电动车的方式，那就是说不成功则成仁，对吧？我宁肯不挣钱，我得往前走啊！你想让这个特斯拉卖不掉，我就给你降价。他干这样的事情啊，他还不像苹果说，我永远卖的最贵啊。特斯拉是不行，我就降价啊，降完价以后刺激的大家都卖不出去。那但现在咱们就看看谁更能降价。啊，你干过一次，那么现在我们给你看79800的秦啊，比亚迪秦啊，那么你看一看试试啊，中国一大群的造车新势力在特斯拉的供应链，在这个中国一大堆的造车新势力和特斯拉的供应链也在马斯克的刺激下呢，拼了命的往前走啊，这个事儿是而且走了非常非常远的一条路了。至于这条路对不对啊，现在已经没有任何机会回头，只能往前走。只要是方向确定了，中国人会走得比谁都快啊！那所以还是需要有人给我们指明方向嘛，所以这个方向现在马斯克已经指明白了，美国跟欧洲肯定会设法限制，包括像特斯拉说，哎，你怎么可以用中国电池呢？对吧？也来限制它，但是呢，他们挡不住马斯克，他们也挡不住跟着马斯克去欧洲建厂，在美国建厂，在墨西哥建厂的比亚迪，对吧？和特斯拉的各种供应链，因为比亚迪现在也在给特斯拉生产电池哦，对吧？你不要觉得比亚迪在跟特斯拉竞争哦，他们是有竞争也有合作的一个关系，就像现在的手机市场现在的手机市场大家看到，苹果半壁江山，但这半壁江山里头，绝大部分是在中国生产的，你可以在加利福尼亚设计，但是你必须在中国生产，然后其他的。三星可能是在印度或者在各个地方都有一点点小工厂在生产，剩下的就都是中国品牌了，对吧？华为、OPPO、vivo、小米都在这儿了。然后你剩下的，比如说还有一些像索尼它也还在出手机，那个手机卖的量就已经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对吧？我们稍微纪念一下，曾经有这么一家公司叫索尼就完事儿了，对吧？这就是现在汽车的一个市场形态。所以未来的这是一个手机现在市场形态。未来的汽车市场可能也是会向这个方向发展，对吧？如果长不成这样的话，那这个中国人的这个吃苦耐劳就白给了，对吧？你以为手机是怎么变成现在这样，对吧？就是因为咱们太勤劳、太勤奋、太卷，然后把手机市场整个卷成那个样子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故事这个苹果为什么不造车了感谢邱总打赏。看看大家都问了些什么事情老范怎么看这次 Mistral 和微软的合作，是不是意味着开源模型的结束？这正好是下一个要讲的故事，等会儿给你讲这段现在是直播，这个小米都能造车，苹果为啥不造？对，现在这是所有人都在惊诧的一个事情。小米的雷军也说，我非常震惊。你好，你好，你好，范老师好，纠正你一个读音叫这个分治尧来，不是分治他来吗？好吧，哎，但是我拼音拼的是分治他来的时候，他给我出的字并没有错呀。长毛象是不是能结合这些开源的 AI？长毛象其实我倒是有一个长毛象的账号，但是那个东西怎么说呢？还是用的人太少了。而且 AI 到底怎么去跟这些叫做社交媒体去结合，其实大家还在摸索
雷知道后疫情是这个样子，还有中美脱钩等大环境，绝对不会造车啊。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在苹果宣布解散泰坦计划之前，有人下车了啊，这个人叫巴菲特，对吧？他突然就把苹果的股票进行减持，虽然苹果现在依然是这个伯克希尔哈撒韦里头大概持仓量最高的这个股票，但是呢，他在苹果这个宣布解散这个叫什么解散汽车项目之前啊，在抛售苹果的股票，是吧？他是不是有什么故事啊？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国内省钱这个心理解释，货币的发行国家都不同，区块链争的就是货币发行权，这讲的是哪段啊？嗨，这是保时捷的车标，呵呵。苹果是落后产能，正在被淘汰，好吧？没有方向盘的车让我想起了起飞阶段不能强制手动操纵的波音737 MAX 8，好吧？啊，那它操作降落可以吗？对，这个哎，土拨鼠可以去研究一下，马斯克现在让这个普通手机不需要任何的特殊设定就可以在卫星接上打电话这个事儿，可以研究一下啊。闭着眼睛跟着芒格做空苹果啊，跟着芒果做空苹果啊，查理芒格是的，蒙古国也能用星链了，下一个就该宇宙第一强国了吧？这个不知道。洛佩西原众议院院长啊，好吧，啊，佩洛西啊，佩洛西，佩洛西，对，让我把它给念反了，感谢感谢，Miss Speaker。原来买过乐视电视，最便宜的40寸，还买过会员，没想到后来一地鸡毛，是这样的。乐视电视，哎，这个也没法说了。小米汽车刚发布不久就说支持 CarPlay 了，但是前面没怎么宣传，最近在这个疯狂的刷这个事儿。前几个月刚被50块收走啊，什么意思啊？电视好吧？周鸿祎自己盯什么完蛋？这个不知道啊，这个没有在360待过。Vision Pro 打果啊，打脸芒果没？Vision Pro 我觉得还要再等啊，现在还不能说它就成功了还是就失败了。目前苹果手机在卷传感器、卷 AI，我觉得 AI 是可以卷，传感器你说还能往上加什么？也没什么可加的东西了。手机真没得卷了，除非电池有突破，我觉得很难啊。选择不做了也是决策，及时止损，对。但我觉得真正把它做出来才叫厉害啊！你说我不玩了，这事算什么？对，如何看马斯克刚刚起诉了山姆奥特曼这个事情呢？反正也是个新生事物，就是山姆奥特曼搞这个 OpenAI 这种非盈利组织，对吧？然后呢，包括后边非盈利组织向盈利组织过渡这个过程，其实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新生的事物。而且马斯克起诉完了以后呢，其实也并没有说他到底要什么，对吧？那你说他要这个 OpenAI 的股份，想要 OpenAI 的控制权，还是想要什么东西，对吧？或者说你给我赔多少钱出来？马斯克也没讲什么东西，所以这个也就是说我们没什么事儿了，给这个 Twitter 增加点流量，不挺好的吗？他也不会改变什么。WinCE 不能说是手机，是手提电脑，好吧？这个苹果的时代应该结束了，我觉得还能够再折腾个3、5年吧。至少现在苹果的电脑啊什么都是不错的啊。企业等睡醒了再听，好吧？你那是几点啊？就算美国现在应该也起了，也应该天亮了。威盛估计要黄，我觉得不至于。在老范的推荐下，今天开始接受使用拼夕夕，确实比京东、淘宝便宜一些。老范有什么购买经验和建议吗？没啥购买经验，我就属于是生买，
就是也不去看各种优惠券，也不去看活动，这个想买就买，对吧？这个只要是自己看着便宜就上，而且只买这种就是我在拼多多上只买2种东西啊，第一种是扔了不心疼的，第二种呢就是不由拼多多自己去管真假的，对吧？你如果是这个我又希望是拼多多卖给我个真的啊，丢了还心疼这种东西，我就不在那儿买。乔布斯之后啊，苹果就没啥创新了，是这样的。这个车企现在很卷了，对，今年估计要大洗牌啊！这几年苹果人才流出太多了，但是苹果这个没有办法，你想它这么多的、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对吧？我们原来也投资过一些苹果工程师出来创业的项目，好像也没怎么做成。这个这个苹果工程师其实未必有多厉害了。氢能源、轻轨电车你咋看？好像有开始试运营。轻轨就是那种在轨道上跑那个东西吗？我觉得啊，轻轨本身这件事儿它就有问题。我记得原来我在上海张江的时候，他们就修了一根那东西，就是地上有一根轨，然后呢它有轱辘，那轨唯一能干的活是让那个车转弯的。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就彻底就放弃了啊！为什么？因为太贵了，而且那个东西特别堵车，它跑不快，那么老长，它只要在路上走，然后它又没法说我躲避啊，这个掰来掰去的，然后去躲别的车都没法弄。所以你只要是这个车的流量一上去了以后，就堵车，堵得一塌糊涂，最后把那玩意儿拆掉了，当然是花了10几亿修的，好像是不知道里头拿了多少回扣。这种东西呢，就不要试一试。包括这个很多大厂里边的一些职业经理人包括像我以前也是这样啊。我原来在这个公司里头，经常被人说你为什么不能豁上去干？我说我他妈凭什么豁上去干，对吧？不行，我们能试一试嘛？确定性了以后，我们再往前干，行不行？对吧？这个很多公司里边职业经理人都是这么想问题的。我首先要保证的是我的位子，对吧？然后是老板喜欢我，然后我能往上走，才有可能去实现更大的抱负。这个不是我们家的买卖，我为什么要豁上去？像这种试运营这事儿都没戏。感谢打赏啊，感谢打赏，感谢打赏。欧洲的电车都贵，我觉得欧洲你要是不加那么多税，其实挺便宜的。中国人很愿意把便宜的电车卖去，好多其实还是欧洲自己人加的税。怎么看字节的 GPU 超算阵列啊？买 N 卡买的这么高调，这很正常啊，字节当然要买了。这个谁不买啊？他对，这是什么呀？就是分至闼来啊，是这样的。那分至闼来啊，分至闼来，好吧。因为我是用的拼音啊，但拼音完了以后，我并不确定这个字是对的。日本单次签证那张纸，出国的时候，航空公司要看，要现场扫描二维码，正在倒计时的页面，好吧？但是它纸我看看，日本 E Visa， 对，日期2月29号可以去一次，叫 V 或者是5嘛，临时的签证临时旅游的允许这个日期是到2024年5月31号截止在这之前要去。大概也就是这样，然后告诉你如何去显示，先扫描，然后填 passport，填一个日期对，是护照号和这个生日，没错，是这样的。对，就是我去航空公司还要给他看这张纸，
我还以为就直接举着手机去就完了呢。那好吧，回头去航空公司的时候把这纸带着，啊，去机场的时候把这纸带着。我问 GPT-4了，纷至沓来的读音是纷至沓来。这个好吧，以后 GPT-4也是这个什么了？这个苹果放弃造车，可能是现在拉不开差距。是的，它就是找不到这个单独的这个点了啊。Starlink to sell 这个去研究一下，对。这个 VR 平台有哪个类似谷歌地球的应用吗？好像不知道啊，如果没有去做一个吧。现在不支持 CarPlay 的车少吧？没有多，在国内，你包括像比如我买那个车，我是福特探险者，进口的车都支持，所有国内产的都不支持。对，中国产的那个福特探险者里头是一个巨大的屏幕，然后装的是百度的车机，好像是。不过是有一说一 ，CarPlay 确实是目前最稳定流畅的车机系统，至少在我试过的其中是这样的，好吧？我试过 CarPlay，我原来因为以前用安卓手机嘛，还用过那个 Android，叫 Android Auto 啊，Android Auto，那个东西也挺好使的，但是没有 CarPlay 好使。小米还有机会吗？这个不是有没有机会的问题，对吧？这个就是比如说一个职业经理人跟雷军这种人的区别，对吧？你一个职业经理人就会想还有没有机会啊？只有70%的可能性，算了，我不上了，我稳一手啊。这个，但是雷军这样的就是不上也得上啊。现在就只管往上上就完了，哪怕是死也让他死得轰轰烈烈。我记得是原来台湾有一个电影，对吧？是讲一个残疾人的，他就是说，要去参加一个跑步的一个比赛，对吧？说你是一个残疾人，怎么可以参加这样的比赛呢？他说哪怕是摔倒啊，也可以是非常的壮观的、壮烈的一个摔倒。所以雷军肯定是要往这个方向走的。马斯克是有点嫉妒奥特曼吧？这个反正不好说啊。马斯克这种人，包括奥特曼这种人，我们去猜他们的心思是没有任何意思的。马斯克起诉山姆奥特曼，就是为了为了流量热点吧。这事儿本身带火这个 X 流量啊，这个目的肯定能达到啊，但是其他目的就不好说了。51啊，这个好吧，这是估计是在这个 VR 上可以用地球仪的啊。不过大家有没有想过，如果星链能直接连手机，那侦察卫星对地面电磁信号的探测能到什么程度？侦察卫星应该都很高吧，应该看不到这东西吧？也不是，用 CarPlay 要给苹果授权费的，所以国内车机不少都不支持。我觉得他们，还是希望能够搞点自己的东西。Vision 里只要有黄就不会黄，好吧？你说的很有道理啊，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有不少东西已经淘宝比拼多多便宜了，但是这个选择的成本是很高的啊。iOS 生态还是无敌，Mac 系列是真的香。是的，Mac 系列确实是真的香啊。只有苹果生态才能培养独立开发者吧？没有啊，安卓生态也有很多独立开发者，非常多啊。卖东西出问题，淘宝售后太烂了，体验最差啊。这个我觉得就是你赶上了，这玩意儿只跟人品有关啊，跟那个平台没关系，你在哪儿都有可能赶上烂的。纷至沓来啊，这个沓和摇不是一个字啊，好吧。雷曼兄弟的那位交易员就是豁出去做交易的，对啊，然后就把他搞废了呀，对吧？这个是这样的。老范怎么看阿里？马老师回来了啊，但所有的技术优势都没有了，大模型也就平平，市场被拼多多超了。以前是拿着望远镜也找不到对手，现在是四面楚歌。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问题，咱们分几方面说。第一，马云并没有回来，马云只是说我还在，但是真正管呢，现在是蔡崇信啊和其他一帮人在管啊，并不是马云自己在管。第二个呢，就是阿里的技术优势其实是在的啊，最大的云计算阿里云，而且阿里云最近还干了一个特别牛叉的事情，大降价，对吧？在国内开始
进行云计算最后的绞杀啊，所以在这一块上它还是有极大优势的。大模型在这一块其实通义千问出了挺多非常棒的东西。今天啊还出了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啊，昨天出的，就是你给他一张照片啊，他让那照片唱歌啊，实际上就是很多的这种在线直播呀什么这个事儿都可以搞定了啊，你给他一个音频文件，给他一个照片就搞定，对吧？这个现在 Sora 出来以后，其实大量的中国厂商在快速的跟进，而且现在中国有1半以上的大模型都是跑在阿里云上的，对吧？因为阿里云是有这个A100啊，或者是没有 H100，它有 A100的这种算力阵列，大家还是要去用的，对吧？这个而且就是通义千问自己特别在图形和多模态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市值这件事呢，有的时候是比较这个非理性的啊，所以它短暂的被拼多多超越。现在是到底谁靠前谁靠后，我今天没看啊。至于现在呢，它真正的楚歌从来不在四面，对吧？这个任何一个组织，任何一个架构，所有的问题都在内部啊，这才是阿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最后内部有太多了尾大不掉的事情，有太多既要又要的事情啊。那么最后如果没法有一个老大上来说，我们这个事情必须往东啊，那个事情必须往西。如果没有这些的话，那他就没法往前走。老范到日本干啥去啊？这个我是去跟大家见面聊天啊，顺便吃吃喝喝。中国台积电在日本算是扬眉吐气了，中国人站起来了。这个我觉得还是台积电嘛，对吧？啥时候来香港？香港去干嘛呢？我对香港真的是没什么想法，又贵，对吧？又小，这个，我以前可能就是到深圳的时候，有时候会跑到香港去一趟，然后呢，就是冲进苹果店，然后看看是不是背个笔记本回来，这个事儿是以前干过的。欧洲目前还是要保护自己的油车的，等他们的电车成熟了，就会降税。其实啊，等他们的电车成熟了，就没他们什么事儿了，也就是如此。你像以前欧洲还有诺基亚，还有爱立信，现在还有欧洲手机品牌吗？没了。对，所以这个按部就班的做，就是以前的欧洲骑士干的活儿。上马之前还要行个礼。谁看你这个中国人上来以后，你弯腰行礼的时候，我先拍你一板砖，对吧？这个是咱们中国人干的活，包括美国人也是这么干的啊。这个我觉得氢能源起不来，跟日本人玩坏有一定的关系。报了一堆专利，结果没人跟，也就没有抱团效应了。对，电车是马斯克拼命开源，对吧？这个日本人，包括欧洲人，其实也都是这个路子啊，就是我做出东西来，然后我就这个抱着专利，然后你们就得上我这来买啊，我成为隐形冠军。这个做电车就没有这事儿，包括做手机、移动互联网、互联网上都没这事儿，都是靠开源系统来搞定的。所以在这2件事上，欧洲人啊、日本人都不灵。台积电2020年熊本建厂，2023年宣布在德国建厂。我觉得台积电在熊本建厂呢，没准还能行，但是德国建厂一定会死啊！这个咱们可以打个赌。包括台积电在美国建的厂也不灵啊？为什么呢？因为台积电的整个的薪资水平其实是比较低的。你到美国建厂的旁边，英特尔啊什么都在旁边建厂，对吧？那不挖你人跟玩似的，那你咋弄？对吧？这个是完全没法整的。所以台积电就很痛苦，说我把这个工程师在美国招，我招不到啊。美国要能招到工程师，也不会指望台积电了，对吧？我在台湾招完了，然后我带到美国去，那他到底是执行美国的标准呢，还是执行台湾的工资标准呢？对吧？他就会有一个问题，如果你执行台湾的工资标准，那这帮人就分分钟被挖走。如果你执行美国的工资标准，第一个很贵啊，第二个谁去谁不去啊，对吧？他这个事儿的一碗水端不平了，所以他很麻烦。然后德国为什么一定会挂呢？德国也是一帮这个叫做工资又高，然后这个
德国的工资应该比日本还是要高一些的，日本其实工资没有那么高啊。然后又环保，然后又特别佛系，对吧？你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去搞这个台积电这种公司，估计会被德国人整得欲仙欲死啊。苹果要省下造车的钱来 all in AI，其实 all in AI 现在就是苹果每次胜利都是巧劲儿，就是一个苹果一个任天堂啊，他们每次胜利都是巧劲儿，真正的技术不是他们研发的，他们真正需要的是设计工程师，对吧？所以你真的把这1000多个人塞在 AI 里头能干啥？我真想不明白。估计这个人形机器人都该造出来了。Car Life 啊，Car Life 是好吧，没玩过这东西啊，好像也是 CarPlay 的一个延续吧。我家旁边的路上每天11点以后都有一辆不知道谁家的测试车来回跑，啊，这个也有很多人在干这个事儿了。CarLife 是百度的，百度的 CarLife 卡的一塌糊涂，一点都不好用啊，没用过。台湾怎么可能有残疾人的电影？有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叫什么？叫大海里的一条鱼，还叫什么？我忘了啊，挺早的了。GPT-4不清楚，3.5那家伙的中文坑爹。今天问他，这个不认识这个字啊。特斯拉啊，马斯克掌握了 X，就成了 X 的导演，山姆奥特曼成了 X 的演员啊。这个我觉得不要这么想，马斯克还是希望比较热闹一点吧，就是我们还是用尽可能单纯的方式来去想的。当需要精确侦查时啊，这个侦察卫星轨道可以变到150公里，我天，那么很吓人吗？淘宝官方的淘工厂买几块10几块的小东西几乎无敌，阿里给组织了一群商贸公司给他们发狗粮卖东西，哎呦，这个回头可以研究一下啊。国内的车机厂商还停留在争夺入口的思维上，有一说一，原厂车机还是有点优势的，比如可以把车轮速度给导航 ，iPhone 导航进隧道就抓瞎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啊，你下次写的时候加个逗号好吧，给导航，然后写个逗号，然后再写 iPhone。要不然我读的时候就没法断这个句子，虽然你有个小空格。对，这个它是这样啊，这个现在呢，这个车机是分前装后装啊，前装就是在出厂之前装，后装是出厂之后装。这个福特刚才我讲的那个探险者在国内的这些装的百度这套系统都是前装车厂啊，所以应该还可以。因为我并没有长期用过，我只是到人 4S 店修车的时候，我说我坐在你们新车里坐一坐，然后体验一下，感觉还可以。就是屏幕也很大，也有个17寸的屏幕挂那儿，对吧？竖屏，就跟特斯拉学嘛，实际上就是挂一大平板在那儿。还有要吐槽高德一个导航软件，做到7、8G 大而全，啥二手车、贴膜、餐饮、社交都往上怼，然后一堆 bug 又不稳定，这算什么呀？对吧？我记得当时是谁家的车来着？上面还有学习强国呢，对吧？后来那个车企好像挂了，这个学习没学习好。日本应该是到东京啊，主要是去东京。话说百度 all in AI，all in 了个啥？百度的那个文心一言确实是不太好使啊，因为我现在发现我装一堆的这个叫做什么开源本地的模型都比它那玩意儿好使。来日本的日期确定了吧？基本确定啊，应该大概就是18号那一周啊，应该是在那一周过去。微软这几年很强啊，微软只要不做硬件就行。微软硬件在做呀，它的 Surface 卖的还可以啊，它别做手机就行了啊。
这个日本有什么圈子，我也就是去瞅一眼就回来。字节在 AI 上投资不小啊，感觉可能都超过阿里了吧？这个不好说，我估计阿里还是花了很多钱，但是在 AI 的这块人员的配置上，字节还是很强的，因为字节是跟百度抢了很多人。诺基亚、爱立信不算啥，还有阿尔卡特呢。阿尔卡特现在后来是被那个 TCL 买下来了。台积电熊本1号厂这几天已经开工了，目前是确定建2号厂，熊本地价暴涨，好吧。这个土拨鼠老师真是好记性，阿尔卡特好久远的记忆。阿尔卡特现在好像在南美还是在什么地方卖的还可以。欧洲骑士都是贵族体面人，下三滥的事情做不来，那你仗打不赢怎么办呀？最后我们战场上要见生死的，光体面有啥用？来晚了，错过了啥？啥也没错过，还有一故事没讲呢。Sora 为什么这么震动啊？多模态输出去年不就是趋势了吗？但 Sora 呢，它是确实是又颠覆了一次差异很大。汪洋里的一条船啊，好像是这样，汪洋里的一条船，对，这是一个很有名的电影，秦汉演的，对，我看过的。淘宝1块钱的小东西品质太差，这个我觉得你这叫既要又要了。你既然都已经是1块钱了，你还要什么品质吗？还要什么自行车吗？这个苹果不造车，国内都慌了，对标没了，灯灭了。这个不会的，咱对标特斯拉就行了。这个好奇老范现在1个月 YouTuber 收入是多少？上个月好像是我想想啊，上个月好像是$3000。百度一开始 all in， 但 AI 不是大模型，是自动驾驶。现在百度在试图修改记忆，说自己本来就是 all in 的大模型啊，这个无所谓啊，都不要翻核定本不就好了吗？微软的 HoloLens 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他就没赶上，他最后把 HoloLens 整个裁了，就基本上算是不玩了，然后把 Office 直接并入到这个Quest 里边去就完事儿了。下次会来首尔吗？这个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老范去日本考察哪块地宜居嘛？这个我觉得还是先去玩一下吧，先这个搬到日本去这件事儿还是要再想一想的。说到本地模型，E 模型确实支持中文，挺好使的。今天试了试 Mistral 的这个 Chat with RTX，中文回答的一塌糊涂，是这样的。Mistral 的中文呢，就算你告诉他说始终用中文回答里头，还时不常的会夹杂英文单词儿。对，这个 Mistral 是稍微要差一点点。中文我觉得现在我试了几个中文大模型了以后，就是至少是用 Ollama 可以跑的这些中文大模型，还是 E 最好使，效果最好。今天看上去比较帅啊，感谢感谢感谢。今天刮胡子了，是的。坐过自动驾驶汽车没有？没有啊。但是我可以去做一次，我准备明天去做一次试试。我明天准备去首钢园去看看那个房车展，然后呢，首钢园里头是有这个叫什么来着？这个自动驾驶出租车的，你可以随时打。这个我们到了日本再看呗，能碰上谁是谁。这个起太早的 VR 公司都挺惨的。这个也没法说。其实很多人呢，还是希望苹果能够指明一下方向的，就像 Vision Pro 一样啊。Vision Pro 实际上是给大家指明了方向了。这个如果这个苹果把车造出来，说哦，原来还可以向这个方向卷但是苹果说我不玩了，对吧？这个确实让很多人失望了。像你这样张嘴全能讲，需要哪些基础能力啊？需要脸皮厚。现在除了量子计算，都是低科技大模型。都快烂大街了，尤其是中国的大街。对啊，我们天天在这个小红书上卖课呢，对吧？本地模型对显卡有啥要求？我现在在我的 Mac 上跑的真的很开心啊。Mac 我是 M2 Max 啊，你用这些
Mac 跑起来也没什么问题。当然就是要更多的内存啊，我现在70B 的模型就没有跑起来，因为70B 的模型对内存要求实在太高了。这个话说 Mistral 你问他是谁，他会一直说自己是 ChatGPT， 这个基于哎，不会吧？我现在就去问啊，我现在就去问这个吧，Mistral，请用中文告诉我你是谁。好慢，好慢，好慢！是不是在前面直播啊？来了。这个他好像开始胡说八道了啊！这个因为我刚才问了他一个这个编程的问题，然后他现在在继续这个再跟我讲，我这样我去开一个新的，然后我去问一下这个 Mistral， 请用中文告诉我你是谁。他回答是：抱歉，我不是人类，我是一台使用中英双语能力的机器人，我没有自我感知和实体形态，只是通过计算机程序实现的智能助手。我可以帮你回答问题、解析文本、进行翻译等。如果你有需要，请随时告诉我。这就是 Mistral 干的活，他并没有说我是 GPT 啊。小鹏的自动驾驶挺吓人的啊，路况复杂它就不会开了。这个突然请求接管，这就对了，现在谁都不得领啊。前两天看了有个播客说，苹果 VR 的最大痛点是没有中文输入法，会有的，不用担心啊。所以苹果比不上华为，对，华为遥遥领先啊，没什么好说的。这个老范还打算润出去吗？打算啊，这再挣点钱，我现在穷啊，这个股息暂时润不出去，对，是稍微有点小困难啊。这个儿子这个要高考，然后儿子要在国内上大学，肯定还是要这个不能四处乱跑的。好，我们接着讲第二个故事啊。第二个故事是这个欧洲的 OpenAI 来了啊，也就是这个 Mistral。刚才有很多人在讲 Mistral 的事情啊。那么 Mistral 呢是一个法国公司啊，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惊喜的一个法国公司啊。刚才问问题的那个窗口给大家看一下啊，好像是，哎，我觉得是这个，不是这个，因为我开的窗口有点多了，挑不出来了啊，这儿呢，分享。好啊，这就是 Mistral 的这个一个窗口啊，这是上面这个大模型上的写的是 Mistral latest 啊，是最后的一个版本啊，我用的是叫做 Ollama 在本地直接跑的这个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直接去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啊。这个 Mistral 呢是一个法国公司啊，这种公司出在法国也挺不容易的啊。测试的结果呢超越了 Llama 2啊，感觉呢比 Gemma 也是要更好使啊。Gemma 是谷歌的，很多人觉得 Gemma 出来以后就比 Llama 2好用了，但其实Gemma 跟 Llama 2算是有点半斤八两，它确实比 Llama 2强啊。因为你如果给它一段，比如说有100-200字的中文指令，Llama 2有时候是看不懂的，或者说前言不搭后语，读懂其中一部分。在这一点上呢，Gemma 还基本上都是可以读懂的，对吧？但是这个Mistral 呢，读懂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啊，输出的能力也是相当不错的啊。待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一些输出的比较啊。这个我呢，对于这个Google Workspace 依赖度其实比较低的，所以这个应该不太会去给这个 Gemini 去充这个会员费了，对吧？因为这个 Gemma 的表现实在太烂。这个本地可以跑起来最大的模型，就是在我的电脑上可以跑起来最大的模型就是 Mistral 家的，
叫 Mixtral 啊，MIXTIRAL，这个他们家的名字叫 MISTRAL 啊，叫这个名字。这个就是如果把 S 换成 X， 也是他们家的一个模型，是我可以在我这个32G 的电脑上能够跑起来最大的一个。70B 的啊，比如说 Llama 2 70B 或者 Llama 这个各种70B 的这种模型呢，基本上是要64G 内存才可以跑起来啊。像我们这种32G 内存的这个电脑是跑不动的啊。这个谷歌的这个 DeepMind 和美塔的员工创建的公司，就虽然是在法国的啊，但是这些人原来啊都是谷歌的或者是美塔的啊，创始人是 DeepMind 的，然后这个另外2个核心的合伙人是原来在美塔做 Llama 2的啊。早期的中国创业者其实跟他们的都一样，很多是从惠普和 IBM 出来的。再往后呢啊，我们也有大量的从谷歌、从这个亚马逊、从这样的地方出来的这种员工再去创业啊。我们以前做投资的时候还投过一个亚马逊离职员工做的电商平台呢，做的还挺好的，对吧？我们在印尼还见过这种前微软员工马来华人在印尼创业，对吧？所以呢，这个很多地方说啊，这不太出创业者，对吧？那么出来的基本上就是从美国的这些大厂，或者说中国的一些大厂出来的一些创业者跑去创业去。所以呢，他们算是根正苗红啊。6个人的团队写了7页的 PPT， 融了1亿多美金啊。这个也是当年的一个传为佳话吧，就是确实他们那儿能干这种事儿的人少啊，所以啊，终于捡到一宝贝疙瘩，赶快投。欧洲的创业环境是真的非常不好啊。这个，我以前呢曾经在欧洲走访过一些创投机构啊，一些创业者，感受是什么呢？就是第一，市场不大啊，而且很分散，对吧？你想每一个国家几千万人，欧洲大概除了俄罗斯之外，没有上亿人口的国家吧？德国可能最多了，也就是德国可能有6千万、7、8千万人啊，也就这样了。然后呢，其他地方可能也就是5千万。甚至可能还要更少一些的人口，而且每个国家跟每个国家语言还不一样，所以在欧洲创业去做用户量这事儿挺麻烦的。而且很多的市场，那么可能叫有毒的市场啊，比如像欧洲市场，包括日本市场和台湾市场都属于叫有毒的市场。为什么呢？你说中国市场，反正你挣不着钱啊，挣不着钱怎么办？我去做全球化，我出海，对吧？搞这件事情就可以了。但那个欧洲市场呢，它是挣得着钱啊，因为这些人还挺有钱的，这个支付能力很强。日本市场也这样，支付能力很强，那我就好好的为他们服务。等服务一段时间以后，我已经完全的适应了这个当地市场的用户行为习惯以后，我再想出海出不去了，对吧？因为你已经路径依赖了，所以这种叫罐里养王八，越养越抽抽，就是它不会养出特别大的公司来。这是一个欧洲市场跟日本市场，包括台湾市场所难以逃避的问题啊，就是它的市场说大呢不够大，说小呢又不够小，对吧？如果足够小，你就干脆做出海啊。你比如说波兰就属于自己的市场实在太小，那我就要去做游戏，我就要做全球市场的啊。从来没有想着说我就给这个波兰自己去使用啊，从来没想过这事儿。所以呢，他就想说，哎，你们做游戏一定要有中文啊，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东西啊，这个他们中国市场很大呀，对吧？他就会有这样想法啊，但是其他地方是不行的。欧洲本身的创投就没有那么活跃啊，这个相对来说，全世界创投最活跃只有俩地儿，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啊，没有第三个地方，所以欧洲呢就没有那么多活跃的创投公司。那不活跃不创投会出现什么问题？就是没有人接盘啊。你比如说有人投了天使轮了，现在该投 A 轮了，没人接，怎么办呢？这个公司还得继续往前发展啊，那只能由原来那个基金再接着投，然后再投2轮以后呢？这个基金就成为公司的大股东了，然后创始人说：“我离开了，我不玩了，对吧？该你们自己去玩去了。”然后公司也做不大，那么把投资人留在里头了。最后怎么办呢？只能招一些职业经理人，说：“来，你们接着管这公司吧，对吧？”然后那个创始人又出去做新公司去了，啊，或者创始人出去周游世界去了。这欧洲好多的创投机构都是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对吧？以前呢，还有一些中国公司会冲过去买啊，但是现在这条路呢，已经没有那么畅通了。因为前面一段时间，他们发现大量的欧洲公司，啊，特别是有很多有技术、有积累的公司都被中国买了，对吧？曾经还专门有人写过文章说，英国啊，不是各种的行业里头，到底有哪些行业被中国人都买干净了的？发现触目惊心啊！那么对于欧洲创业来说，最佳的路径是什么？
最佳的路径其实是去美国上市，或者是寻找并购机会。前提当然是发展全球化服务，说，哎，我就为比如法国本地服务，那这种就不要到美国去了啊。但是你说我为全球服务的到美国去上市还是不错的。那么你要为全球服务，特别像 Mistra 这样的公司，影响他原来这帮人都是在美国公司上班的，对吧？那公司总部再搬回硅谷去，也就算是顺理成章的一个事情了。这6个人的团队呢，有很多是来自于大厂，当然有3个来自大厂，然后其他有一些是在本地的一些创业者，有一些本地的这个工程师也不是没有，他们想要继续发展，真正站到舞台上，只能再回到美国去啊，没有什么好办啊，没有什么其他办法。然后这个 Mistra 的这个模型呢，号称是多语言的效果非常好啊，但比较文艺，英语、西班牙语、德语、意大利语什么的啊，都比较好使。效果明显好过 Llama 啊，但是 Llama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比较拉胯，还是等 Llama 3吧。Llama 3好像是号称8月份会上来啊，还是7月份会上来啊，有可能就能把这些问题解决掉。然后呢，其他的一些美国公司的产品，这个包括这个叫 Cloud 啊，其实他们的中文啊，或者说这种多语言都差一些，因为他们都是用英语去训练的。包括谷歌的这个 Gemini 都上来以后，先用英语训练，然后再慢慢开放其他各种语言。而且他们主要可能80%-90%的语料或者90几的语料都是英语的啊，中文语料大概在里头占1%还是多少，就非常非常低啊。当然现在呢，所有的这些大模型跟 GPT-4比起来都有差距。任何人说我现在超越 GPT-4了，这个其实还是有点难度的啊。这个中文的效果呢，这个 Mistra 的中文效果只能算差强人意吧。就是它能够很好的去理解你让它干什么，而且可以输入非常长的上下文让它去理解，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这个输出的时候会夹杂英文啊，如果你不去做这个叫什么呢？不去强调的话，它都会默认用英文输出。这个开源跟开放呢，其实是这个公司最开始的原因啊。创始人叫应该叫 Arthur Arthur 啊。然后呢，叫 Mensch 吧，MENSCH 啊，叫这么个名字。这个家伙呢，在谷歌待了3年，就是 DeepMind 团队的，觉得呢，谷歌实在是不够开放，愤然回家创业，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现在呢，这个 Mistra 在整个的开源模型圈里的口碑都非常好啊 ，Mistra 以及 Mixtra 啊，就是 X 这个口碑都非常非常好。当然，拿了微软的钱以后呢，连夜修改网站啊，把网站上所有的开源以及社区承诺都给删了。当时大家都疯了，说你不能这样，对吧？你不能这头拿着钱，那头就搞成这样，对吧？这个当然我们相信肯定是谷歌对他有就是拿着这个微软的钱嘛，就是微软肯定是对他有要求的，你必须有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否则我没法投资你啊，或者没法跟你合作一定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才连夜改网站。创始人呢表示这个 Mistra 和这个 Mixtra 已经回馈了社区了，而且以后还会继续开源的但是呢，他们也推出了商业的版本，对吧？就是叫 Mistra Small、Mistra Large、Mistra 可能还有一个叫嵌入，大概是3个版本，是专门给商业使用的，而且这些版本已经部署到微软云上去了。现在呢，刚才也有人讲马斯克在起诉山姆奥特曼，对吧？认为这个 OpenAI 背离了开放，背离了开源，背离了一开始做非盈利组织相关的各种的条款和承诺，对吧？那么现在呢 ，Mistra 再次被微软俘获，对吧？因为山姆奥特曼就算是被微软俘获了嘛，这个现在 Mistra 也被微软俘获去做商业软件去了。世界上最大的开源仓库是谁呀？GitHub。GitHub 呢是75亿美金被微软收购的，哪天收购的？2018年具体那个日子不能说，对吧？这个，所以全世界只要是开源的，基本上都跟微软脱不开关系。微软呢，现在也算是个渣男了为什么是渣男呢？因为原来投资了 OpenAI 大获成功推动了历史的车轮前进。现在呢，又投资了这个 Mistra AI， 对吧？把欧洲的市场也吃下来了，因为他知道拿着 OpenAI 在欧洲可能很多国家没有那么好做生意现在准备把 OpenAI Mistra AI 整个投资下来然后再看看怎么往前走。
微软在这一轮之前啊，就是微软投资不算，已经 Mistral 拿到了4.5亿欧元的融资，估值到20亿美金了啊。然后呢，这个微软呢给的是云服务啊，云计算啊，这就是 H100在向 Mistral 招手说来这里来，对吧？微软投资的金额和比例呢，这一次并没有公布啊，但是呢，说是微软除了合作之外是有一个投资在里面的。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Mistral 跟美国同行比起来，其实还是比较穷的啊。是 OpenAI 是拿了100几十亿美金啊，这个 OpenAI 是最有钱的。然后呢，这叫 应该叫 Anthropic 吧，还叫 Anthropic，就是叫人类公司，就是做 Cloud 的那个公司，是从谷歌和亚马逊拿了60亿美金。这个 Mistral 拿着所有的钱，就算是微软再给一大笔，应该也超不过10亿美金去啊。所以呢，他这点钱跟这个其他那几个美国小兄弟比起来，差得非常远了啊。但是现在所有做这个大模型的公司，没有一家挣钱的啊，都是亏钱，亏得一塌糊涂，而且都不知道该怎么把这钱挣回来。所以现在还是要看谁烧钱狠，谁能把东西做出来。像 GPT-4训练一次需要花多少钱？GPT-4一次训练的成本1亿美金，对吧？所以为啥好使呢？啊，他花了，别人没花过，所以他好使，就这么简单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呢，已经走出了阴霾的微软啊，就要四处撒钱啊。原来微软就已经是有一段时间，大家觉得可能也就这样了啊，穷的光剩钱了，对吧？微软是有一段时间就啥也没有，就是全都是现金在身上，对吧？那么现在呢，微软又开始说我们要大放异彩了啊。微软的欧洲战略是什么样的？就是第一个是它的Azure AI，就是它主要是去推云计算的啊，它是要去对标亚马逊欧洲的这个服务器，对标谷歌欧洲的这个云服务啊，它现在要去推它微软的云啊。所以一个是 Azure AI， 你可以在上面使用大家的这个大模型，除了微软家的模型 OpenAI 家的模型之外，你也可以在上面去使用Mistral 这样的模型啊，还有一些开源模型也可以在 Azure 上使。然后呢，这个 Azure 还给了一个叫 AI Studio， 可以在上面进行编程的一个工具啊。这是微软啊，说你们就来吧啊，你在这儿使的都是你们本国的啊，或者这个欧洲的这些产品。然后微软呢有非常庞大的系统集成服务啊，说我给你整个的系统整个做一遍啊，微软是有这个能力的。在欧洲呢就可以使用各种欧洲语言进行服务了，对吧？肯定可以提高更多的这个订单转化率啊，这个是微软真正需要的啊，哪怕给一些钱啊，欧洲各个政府说来啊，把这个单子给微软干吧啊，你只要是用我们 Mistral 自己家的模型就行了，对吧？欧洲人呢肯定还是希望有些本土服务的。现在 Mistral 的产品呢，商业产品刚才我们讲了啊 ，Mistral Small、Mistral Large、Mistral 应该叫 Embed 啊，然后呢，这个开源产品一个叫 Mistral 7B，一个叫 Mixtra 8乘7B啊，这是这样的产品。这个8乘7B呢，算是给世界又指明了方向啊。这8乘7B的效果极好啊，这个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就是输出的质量非常高啊。哪怕是你给它非常长的中文内容，然后它也都能很好的理解。然后啊，当然它输出的中文内容里头还是会稍微加大一点英文啊。8乘7B呢，它实际上是一个专家模型，它是由8个7B，也就是70亿的模型捆在一起的啊。这个比较大，但是呢，它的质量很好，每一次呢调用其中的2个完成工作啊，效果比更大的模型还要好，比那种70B 的模型效果还好，对吧？你像87，就算直接乘起来，也就是56B 嘛。它比70B 的 Llama 2什么的那个都要效果好非常多啊，非常明显的好啊，各种编程啊，各种的这个任务完成的效果都很好，而且多语言的支持非常好啊。8个模型各司其职啊，各有专长，而且呢，这个据说 GPT-4本身也是专家系统啊，就是大家知道它有2种大模型，一种就是就一个模型在那跑着啊，另外一种就是我有好几个模型，然后每一次。这个当你有一些问题进来了以后，然后这些模型一起来解决这些问题啊，这种我们一般管它叫专家系统。就是 GPT-4呢，因为它自己不开源嘛，所以大家猜测它也是专家系统啊，或者有一些旁敲侧击的一些这个信息出来啊，证明它是这个专家系统。
中国各大公司呢，其实都在努力的卷2B 和7B 啊，如果可以，那就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对吧？这种内卷就有意义了嘛，要不然你说我折腾了半天全都被淘汰了，这事没有意思嘛。这个大家知道，中国人其实最需要的什么？中国人最需要的叫指明方向。这个8乘7B 呢，就算是指明方向了。Sora 刚才也有人说为什么这么厉害 ，Sora 也指明方向了呀。Sora 就是告诉大家 DIT 就是方向，对吧？就是先做 diffusion， 然后在中间再去做 transformer 啊，这个就是方向啊，这就是 Sora 做的这个算法的这个跟其他人的差异嘛。这个算法的论文当年因为创新性不够被拒稿了，论文说我们不给你刊登。然后呢，现在好一下震惊世界了。现在 Stability 啊，这个就是做 Stable Diffusion 的公司推出的新模型叫 Stable Diffusion 3，就是开始用 DIT 模型了。国内我相信也有大量的人在使用这个模型啊，这个开始去进行内卷了啊。最近阿里和皮卡都更新了他们的视频大模型啊，然后这个 Mistral 的未来啊，可能并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啊。这个我们先给它泼一盆冷水。为什么啊？第一个，利润是属于最终为这个用户服务的那个人的啊。你比如说，我最后为用户提供了商品购买啊，这个打车啊，做一些这个团购，这是我提供的服务，我要从最终用户身上把钱收回来，这个才能挣到比较多的钱。而 Mistral 现在还是工程师的小玩具啊，离最终用户还比较远啊。我也上了这个Mistral 的这个叫做什么呢？就是 Mistral 的。给大家看一下啊，它的网站大概长成这个样子。你好，你是谁？我是一个 AI 助手，专门为您提供各种信息和帮助。我可以回答您的问题，提供建议，帮助您管理日程安排。如果有任何需要帮助的地方，请随时告诉我。什么是 AI 助手？如何使用 AI 助手 ？AI 助手的优势有哪些？我天，这个有点过分了哈。这个就是 Mistral 的这个网页啊，它的网址是 chat.mistral. 我看看是点 AI 啊 ，chat.mistral.ai 啊，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科学上网才能上，因为我是现在就在科学上网，所以就一直能用啊。那么 Mistral 呢，这种就是或者说一个公司，你最后想挣到钱，要么就为最终用户服务啊，你抓住最终用户，要不然怎么办呢？就提供一些不可替代的服务，比如说甭管我这个东西是只有我能造得出来，还是说我通过这个叫做专利啊或者一些法律条文来避免你们去造，只有我能造，对吧？你如果没法提供这种不可替代的服务的话，你通常也是挣不出钱来的啊。微软呢可以将 Mistral 摆上欧洲客户的菜单，放在 OpenAI 的旁边啊，这就是微软想干的事情啊。微软投出去的也是这个计算服务的资源啊，等于是花了自己的钱买了自己的云服务。也大家要知道，这种就是你提供像 Mistral 这样的这种中间服务啊，或者说用底层服务的厂商，最后其实是活不下来的啊。让我们回顾一下广告时代，广告时代就是互联网广告时代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出现大量的像 Mistral 这样的公司。但是现在这些公司哪儿去了呢？极个别的被大厂收购了，其他全死了，对吧？因为最后谁能够拥有最终用户，谁可以向最终用户直接发信息啊，谁可以向最终用户直接收钱，谁是可以挣到钱的，对吧？现在整个这个互联网时代里头，谁能够向用户收钱，就是美国的美股七姐妹，苹果、微软，这个亚马逊。英伟达啊，英伟达其实算是一个提供不可替代产品的一个人吧。然后呢，特斯拉，哎，还有谁啊？微软、苹果啊，谷歌、微软、苹果、英伟达、谷歌、亚马逊、特斯拉，然后我怎么数少了一个呢？好吧，不管它了，这个反正是7个啊，基本上都是符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特点，而 Mistral 是没有这个特点的啊。那么 Mistral 未来最好的出路就是从现在开始把总部搬到美国去，然后好好的为全球人民服务，对吧？这是它最好的这个出路。
然后到未来的话可以去现在整个的互联网世界互联网的格局是什么样的？咱们闲扯两句第一个，美国人研究底层技术，做平台，定规则，收钱，分蛋糕这是美国人干的活。中国人呢，卷应用、卷流量、卷广告，卷国内供应链，在美国平台上玩的不亦乐乎。同时呢，关起门来不让美国平台进来我们自己地儿自己玩，然后全世界我们都跟着美国平台四处去跑这是中国人干的活。欧洲人呢，在为了欧洲本地服务赚钱，但是呢，做不太大你所有说，我就为法国服务，我就为德国服务，他是做不起来的。然后给美国人和中国人定规矩基本上都是徒劳的前面我们也讲过，靠定规矩、立法律什么做什么这个起诉这种事情，基本上是不会有结果的，因为互联网跑太快了。美国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就是你想靠法律去约束互联网、什么社交媒体，这个东西都是扯淡的。然后呢，想要参与底层技术竞争，只能去美国要么被干掉，要么去美国，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小模型呢，欧洲人其实也卷不过中国人，大模型时代是不会有这种隐形冠军的像他们这种7乘8币8乘7币的这种模型，你是可以去干嘛？是可以去进行分别的替换、分别的迭代去升级的，对吧？你像以前大模型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训练一次为什么要1亿美金？因为你不能换其中的一部分，对吧？它训练完了是一个完整的模型。但是现在8乘7币我就8乘7币我可以换其中7币的几个7币，我都可以给它换掉那么这一点上，中国人会快速的卷他们让他们这个在所有小模型的竞争里头，基本上拿咱们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就像卷应用一样。所以欧洲的公司不会有什么好玩的好的下场然后呢，跟大家这个故事跟大家就讲到这儿了后边给大家看一下，今天下午我跟这个各个模型做的一些有趣的小游戏，给大家看一个编程吧。然后呢，我看一下怎么能够让我能够找到相关的这个，我看看这个是谁这个不是这个吧？咱们一个一个分享给大家看这个是Mistra 是什么呢？我现在要求它生成一段 JavaScript 代码，然后可以每天从网上公开的天气接口获取北京的天气预报，然后呢，通过 Olana 的 API， 这个 Mistra 模型生成对普通人的天气建议，比如该穿衣服了，该脱衣服了，对吧？生成这种建议，再通过 API 发布到我自己的推特上去我是给他写了这样的一个要求，然后后边就开始讲英文了这个讲完英文以后他给你写了这样的一段代码。当然要注意这个代码呢，其实还算是规矩这个其实算写的还可以的，对吧？而且呢，这个比如天气叫 API 点 open 天气 AP 天气点 org date 什么2.5哪个版本北京什么什么这个东西其实写的都挺好的，就是他都直接给你写完了，然后呢去做建议的时候呢也告诉你说我们现在要去这个Olama 的模型里边去做一个建议然后这个他们是他好像不是这个建议他是错的，他呢后面是这个是开始在瞎编了就是他告诉你 https API 点 olama 点 com， 然后斜线 vl 什么，这个就在瞎编了。他不知道 olama 的这个叫做什么调用方式是什么 ，olama 一般都在本地，对吧？他没有去搞明白这件事情。然后呢是说，穿衣建议，他给你做了一个自动判断，如果温度这个大于10度，然后呢就告诉你天气较好适合运动如果这个什么小于10度的话，他就告诉你说这个天气不太好，这个建议留家这个什么这还不是个英语单词，这是什么单词好吧，就是他反正就写了这样的一个东西，他等于自己做了一个相关的这种描述，然后呢就去给你去做这个 Twitter 的这个更新去了Twitter 更新应该是对的。然后我们再看看这个这是这个 Olama 做的然后是这不是 Olama， 这个是对 Olama 的那个 Mistra 做的。然后呢，给大家看看这个其他的比如说
这个刚才看了这个，啊，这个是通义千问的啊，通义千问的同样的问题啊，他去看第一，这个天气这个是走对的啊，他这个是 OK 的，然后啊，获取天气还给你写了注释，但是呢，他不知道这个 Olama 是什么，所以呢，他直接 require 了一个这个叫做 Mistra 的一个库进来，然后直接上那边调用去了，所以呢这一部分他不懂啊，整个写的代码其实还凑合啊，这个也条理还算比较清晰，这个是通义千问写的，然后哎我估计应该是这个。这个呢是拉玛二写的啊，拉玛二是13B 啊，这个是拉玛二13B 写的，而且是专门针对中文进行一个优化以后的拉玛二13B。然后呢，这个代码就写的极烂了，而且它没有做代码高亮啊，所有颜色都不对，对吧？然后也没有任何这个代码的这个架构啊，都没有，这个各种的调用呢，实际上也都是比较随意的啊，这就是拉玛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东西比拉玛二要强很多呢？对吧？大家就看到了拉玛二的一个情况，而且你像这13B，我们刚才用的 Mistra 的那个是7B 的，对吧？所以它用的模型还比别人小啊，这个这个是这个是 E 模型的 E 模型的34B 啊，它生成的这个其实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非常清晰，而且呢，它有些地方呢，就是还是可以知道你在干什么的啊，都写，整个代码的架构很好，而且书写的习惯也非常好，对吧？这块也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他们并不是写的最好的，给大家看看写的再往后这个里头写程序写的最好的，一个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叫8×7B 那个，还有一个是 Gma，这两个是算写的算最好的。这个是叫做 E 模型，这是 E13B 吧，还是 E7B？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模型，这个你就看比34B 那个写的就要差一些了，对吧？它写的整个的代码的结构啊什么这块就没有那么清晰了。再取消，然后我再看最后一个，哎，最后一个，哎，我难道是这是 Gma 的啊？Gma 写的也挺烂的，这个是 Gma 写的代码，但是 Gma 呢，它整个的就是用的语法会比较新一点吧，对吧？它是使用函数式编程写的这样的一个代码，对吧？这个是谷歌抖的一个小机灵，但是呢，它的一些这个叫什么还告诉你说，如果你是年轻人啊，我就建议你在室内活动啊；如果是学生，建议是什么啊？如果是上班的人，建议是什么？它给你分开了啊。但是在这一块呢，它并没有把这个建议用这个 Olama 重新去生成啊。这个因为我给他们都是统一的这个，哎，我看这个是哪个？这是 E34B，千问啊，Mixtra，嗯。好，我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窗口定位到停下来啊，然后再开，好像是这个，对，这是 Mixtra，就是写代码写的最好的，然后这个整个的架构最好的，基本上一个是 Mixtra，一个是那个，这个是8×7B 的，然后另外一个是 E34B，就是01大模型的34B 啊，这两个是写的最好的。因为我现在就都可以在本地玩这个东西，就玩的比较开心。好啊，这个今天要讲的东西是这些啊，然后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像再往前还有。其实本地模型对显卡要求不是很高，至少在 Mac 上是这样啊。我是用 M1的 Air，可以试用这个是的，3B 的 E 其实还是挺流畅的。有美国签证，随时可以出去。不行啊，美国现在再去需要更新签证，需要做信息登记才能再出去。这个自动驾驶做不出来，别听厂家吹牛，中国也就是刚颁发，公路上的 L3试验牌照，现在好像第一个发给宝马，第一个发给奔驰了，第二个发给宝马了。对，然后 GMA 就是个二愣子，根本不人性化的逻辑啊，这个 GMA 确实是比较愣。我想带老婆孩子暑假去美国溜达一圈，结果申请美国旅游签证被拒了。老范组个团带家走一次，这走线这种事儿我们是不干的啊。我是有美国签证的。你直接问他啊 ，You ChatGPT based on GPT-3试试？我为什么要问这么傻的问题呢？我明明知道它不是。对，人的大脑相当于多少 GB 内存？这还真不知道啊。这个人肯定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原理。啊，老范最近看到周围朋友的好多孩子，都在学信息学奥林匹克，对，甚至在中学就放弃正常的课程。你作为专业人士，怎么看待这个行为的利弊？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呢，本身还是不错的，因为我认识一些朋友是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的冠军啊，然后呢，他们后来创业也都蛮成功的。啊，特别是做 AI 和人工智能这一块但是这个东西一将功成万骨枯啊，对吧？你们真的觉得自己的孩子是那块料吗？是不是最后能跑得出来？啊，这个其实不那么容易啊。我觉得任何的去带着去那个什么的这种奥林匹克竞赛都是用紧张焦虑感，然后割完韭菜以后，最后跑出来的实际上都很少。啊，前一阵子拒签率比较高啊，最近一阵子又好一些。我前几个月去签，材料都没带齐也过了。另外，平时多出去一些地方也会比较容易过。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上一次还是在2015年去签的，那个时候的是很好签。啊，我当时去做美签的时候，呃，因为我去的时候大概已经去了美国可能10来趟了，然后日本、欧洲、加拿大什么都去过。然后呢，就进去以后啥也没带，带了一堆东西，但是呢，他啥也没要啊，先看护照，说你干嘛去啊？玩儿啊，我说我就去玩去，然后呢，什么都没看，然后就过了。当时所以就特别简单，现在我不知道了啊，因为就是川普上台之后，我就再也没去签过。对，我7B 和8乘7B 都在跑，但是8乘7B 在我的电脑上真的是慢，就是8乘7B 基本上是你看它大概2秒钟出一个字儿2秒钟出一个字儿在那生笨，啊，那个真的是急死你。我现在8乘7B 基本上是问他一个问题，然后就搁那儿搁着了，啊，然后呢，可能过个10分钟、20分钟再回来看，他能把这些东西写完。日本跟台湾都很穷又落后啊，比不上中国市场。这个你很遥遥领先吧，哈哈哈。啊，中国现在还有创投这个行业吗？有啊，还是有的，只是日子不太好过而已。中国 A 股是台湾股市和日本股市都比不上的，对，割你韭菜没商量。只闻其名，未见其人，这什么意思？比特币啊，有啊，这个，所以这几天比特币涨，我还是蛮开心的。这个你看，这有人问了哈，这个你是这个 GPT base 的什么？Are you based on GPT-3啊？No, I'm not based on GPT 3.0. I'm based on N 啊，好吧，这个这么傻吗？这个东西，我要去看一眼，我要去看一眼。呃，OK，就是这个。
这个东西应该不会这么傻吧？开，嗯。我是基于一种名为 GPT 生成域训练转换器的模型家族而建造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对的，但不是特指 GPT 3.5版本。该模型是，你看这就把英文单词混在里头了。我使用的精确版本，可能早晚于 GPT 3.5发布。因为开发人员持续更新和改进这些模型，这个，然而我的回答都是与你正在交互时基于该模型之前训练产生的，好吧？这个东西反正确实不太聪明哈，这个东西确实不太聪明。中国只有干创投还相信这儿有这个创投这个行业，好吧？这个土拨鼠老师提问绝了，笑死我了。是的，Cloud 感觉已经没戏了，节奏太慢。是的，最近一段时间就没他什么声音啊。文心一言比谷歌好多了，不知道你咋比的？我觉得文心一言属于更弱智一些。谷歌的 Gemini 呢，因为我使用的是 Pro 嘛，就是免费的那个版本啊，感觉是什么呢？经常胡说八道啊，但是说的呢，就是让你觉得还是比较一本正经的。这个文心一言连一本正经都没有。中国只有干创投的还相信有创投这个行业，好吧？这个我用的官网版本总都是承认自己来自 OpenAI。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来自 OpenAI 这件事的最简单的解释是什么？就是他们用 OpenAI 生成成批的语料进行训练。国内的大量的模型都是这么干的，用 OpenAI 的语料去进行训练。然后呢，OpenAI 的语料里经常说我是 OpenAI 我是 GPT 几版本经常说这个话，所以就会有这种叫信息污染。Cloud 2好用，没用过。觉得 GPT-4的中文语料和谷歌的中文语料呢更好，肯定 GPT-4更好这个没。但是我谷歌没有用那个最新的 Ultra 版本就是付费的版本我没用。不行，我哪天去使一使，反正可以免费用2个月嘛。这个 OpenAI Sora 要是没有中国人研发也不能成事儿，这个倒不能算吧。我觉得华人呢跟中国政府也没啥关系，对吧？美国人说，哎，你只要来了拿了我的国籍或者绿卡，我就承认你是美国人。这个你不能说你只要长着这张脸就永远是中国人中国互联网公司迭代速度快，是因为敏捷开发吗？这个还真不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就是因为比较卷，而且浪费大量的开发时间它才可以迭代快。很多人这个不清楚是 Sora 中国人发明的，这个其实真不是那个里边哪儿人都有。这个真火了，现在都有来这个这个无所谓，他愿意说什么说什么吧。这个老范是怎么把 Mistral 的模型下载到本地的？我问一下 Mr. Chat，回答是本公司没有这个东西这样，我前2天做直播的时候还给大家演示过一次，那个东西叫 Olama，就是你到一个网站然后呢，这个网站叫olama.ai，olama.ai，对。然后呢，到了这个网站以后呢，这个开，对，到了这个网站以后，你就选择下载，然后你看你是 Windows 版本、Linux 版本还是 Mac 版本把它下下来以后，
然后呢，你本地就有一个叫 Ollama 的一个程序，然后你写 Ollama 啊，这个 run 啊，就是运行啊 Mistral， 它就跑到你本地了，它开始给你下载啊，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是我们使用各种大模型都是在本地用的啊，对不？就是GPT4肯定在远程了，但是 Ollama 这种就是用什么 Mistral 呀、什么 E 呀，这个零一万物啊，或者是什么通义千问啊，这个什么谷歌的这个叫 Gma 呀，还有什么 Llama 2啊，都是在本地啊，这个速度还是很快的。谷歌啊，微软的 WinPhone 的时候最落魄，是的，那时候真的是穷的就剩钱了。Mixtra 实在是太慢了，反正在我电脑上非常慢，503个了啊！刚才有的时候好像超过500啊，很开心。应该念i Aisha，好吧，Aisha，这个谢谢大家纠音啊。2小时了已经，哎，怎么回事？最终用户谁都没挣到钱呢？微软是想挣这个钱啊，但是现在我觉得还有一步。现在我觉得真正拿这玩意儿挣到钱的，都是在中国拍短剧啊、拍短视频、拍段子的人在挣钱，还有这些做客的人啊。Mistral 是 ChatGPT3啊，这个就没必要去研究这种事情了。我记得小范已经没有啊，我本来想让他报昆度或者是上纽，结果这2个学校都把我们拒了，所以就只能老老实实高考去了。Mistral 不用科学上网也能上啊，那挺好的。刚试了一下啊，Based on GPT3啊，那就是他用了大量的 GPT3的这个叫做语料库吧。美塔现在看来只会加剧互联网畸形生态，这可能就是未来的形态啊，不是什么畸形。中国互联网等于运营总监啊，这个你能把它运营好也不容易啊。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英伟达、特斯拉、美塔啊，我说刚才少了一个，原来是少了它。好吧，好吧，好吧，好吧。老范的意思是，开源小模型，国外还是卷不过国内，我觉得是卷不过啊。俄罗斯的互联网在全球互联网生态中扮演什么角色？黑客和黑产嘛，这块确实很强，而且他自己也是封闭的一套系统啊。虽然那上的是可以用网飞，可以用各种谷歌的什么东西，但是呢，它有一个叫 Yandex，好像是叫做这个名字吧，就是类似于咱们百度啊，但是它比百度厉害，它可能百度加腾讯加这个什么淘宝的这么一家企业啊，叫 Yandex。刚才抖机灵应该是7B 的这个 Gma，是的，那个抖机灵的是他。这个用的是什么开源项目啊？刚才用的那东西叫 Ollama，OLLAMA。黑神话悟空通过审批了，对，前2天直播的时候跟大家讲了，我准备去买一套啊，这个致敬一下。这个我觉得开源小模型最大的受益者还是商业项目，自己用，还是不如直接用这个 OpenAI 或者是谷歌的 API，效果更好啊，还不需要自己有强大的电脑啊，也不花钱。是的，赶上了啊！今天的背景让人想起了高3的恐惧，好吧？我还专门写的是用迪士尼和皮克斯的风格画教室啊，这个在高速上见过一个核智能汽车争夺驾驶权的傻子，自动驾驶都转弯了，他在最后点强行介入直走，把我吓够呛。好吧，这个我还没碰到过。这2天国内招聘 APP 都崩了啊？是吗？为啥？是招很多人吗？没听说呀。普通人怎么参与 AI 这波风口？自己先玩起来，对吧？该画画画画，该聊天聊天，先玩起来。回答的都有馅儿。我觉得这个东西主要不是让他回答这个，给大家看看这东西具体怎么玩啊。我现在跟大家演示一个新的啊，这个是我这2天在玩的东西
不是这个是 My Story。OK， 这个然后让我把它共享出来，分享。这个呢是我自己去写了一个叫 Model File 然后呢直接在这个E34B 的模型上要求它写小说的啊。那么现在比如说我们要求它给我写一个什么样的小说场景呢？对吧？这个比如说这个男孩这个留学回国，在机场看到了等4。比如说，我就写了这么一段，然后呢，写了一句男孩留学回国，在机场看到了等待了他4年的女孩就是大概是这么一句话，然后他就开始去干活去了。稍微有点慢，34B 还是要启动的时候要慢一点但是启动了以后还是比较快。行吧，我们搁在这儿去等着他，干活去了。我看他给我写的是什么男孩的脚步随着飞机降落时的轻柔震动而轻轻落地，他的心却如同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紧紧揪住，紧张而又充满了期待。4年的海外留学生活，无数个日日夜夜的孤独与奋斗，是为了这一刻回到这片他深爱的土地，回到他身边。机场的候机大厅里，人来人往，喧嚣而忙碌，但他的目光却在一瞬间穿越了人群，锁定了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身影上。他站在那里，仿佛时间定格了一般。那是一幅让他的心跳几乎停止的画面，对吧？这是他们比较擅长干的活儿。你看这个家伙还在这儿嘟嘟嘟嘟嘟在这儿出呢，而且速度不慢呢。就是你让他写个小说，咱们先整个提纲，对吧？然后咕噜咕噜的开始让他写小说，这多快啊！然后再整一个那个什么，阿里通义千问做的那个上一个人头就会讲故事的。你们想听周杰伦讲，还是想听周星驰讲，对吧？或者是想听这个马化腾讲，让他们给你念这故事，这多棒的一个应用方式，对吧？这就已经完完全全可以干活了，对吧？然后咱们比如说再换一个这个女孩。我们说女孩怀有身孕，但男孩已经离开4年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对吧？然后这个咱们给他出一个小难题。这是一个复杂的感情故事，涉及到这个时间空间，然后就开始这个什么了第一部分，然后是什么？对吧？这个他就开始要整活了，这就是，对吧？这个有趣吧？这个东西有很多好玩的东西。这个范老师，你觉得人类距离一键生成比较好玩的单机独立游戏还有多远的路要走这个我觉得一键生成的永远是套路游戏这个单机游戏是永远不可能一键生成的。单机游戏就是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东西Gemini Ultra 付费比这个 Plus 要容易，好吧？打算在国外读博，研究方向还没决定，大语言模型和 AIGC 2个方向哪个更好？如果你要是做语言处理的话，其实大语言模型也没什么问题了。但是你去读大语言模型，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旧的这个课程会给你或者说旧的一些研究方向但是 AIGC 呢，可能现在更多的是在这种一个是工程应用，一个是好多的这种多模态的东西可能需要去处理。
这个其实差不太多。我试问文心一言如何评价某日本动作片老师的作品？他一本正经的编了段话评论后果断放弃。好吧。OpenAI 脑机接口，以后我们就是三体人，我们以后就是贯中之脑啊。这个 Olama 是这样的，这个词是这么拼的。可以pre install 应该用不着 pre install，它应该是可以直接那个什么的，直接就下载完了就装就完了。我是问过文心啊，这个刚才看过了。我在官网上问这个，回答是的，好吧。刚看到马一龙起诉奥特曼了啊，这个事儿等吧，反正这个在美国起诉这种事情就很慢啊。这帮做互联网的人去起诉，一般都是寻个开心就完事儿啊。Sora 感觉可以第一个干翻这种2-3分钟的小短剧了，哎，这个，但是你想，我们可以这个自己就有这么多的文本，我下次就直接把这文本输给 Sora， 然后他就去演，不就完事儿了吗？比亚迪的价格为啥压那么低？不活了，那能咋办呢？感觉高考了才是中国教育下的中国人，是去美国有很多是先读社区美高，然后他其实不是社区美高，社区也是大学啊 ，college。Sora 第一个应用应该是视频广告吧，不好说，因为它的投入产出比很难算。现在它没有公布价格嘛？现在白熊用不了谷歌和奈飞了吧？好像是用不了了。对，黑神话出版方是个国企，难怪可以拿到版号。这就是你不太了解了啊。在中国，所有的出版单位都是要求你有出版许可证的，运营单位才是做游戏的那个人。所以很多出版单位都是什么什么出版社啊，这个是中国游戏版号制度，它就这样。就是你看什么腾讯，就是腾讯啊、网易啊，虽然他自己有出版许可证，但是他经常也都是什么杭州润趣啊，或者什么天津。以前我们是在天津什么电子科技出版社，在那儿去申请。让我们把辣眼睛的小说关掉。俄罗斯的互联网可以深入分析一下，以太坊和 Telegram 的创始人都是俄罗斯人啊，感觉俄罗斯只是本国体制问题，人才上比日本、欧洲、中国、印度都强大啊。这个事情啊，用政治正确的方式说，全世界哪一个民族都有聪明人，都有笨人啊，而且比例都差不太多啊，差异的呢是教育体制和给他们的机会。我记得以前是，高晓松大概讲这么一句话，什么呢？他说这个国家如果美女很多，这个男人不需要努力工作就可以找到漂亮老婆，这个国家的人就会比较佛系也出不来特别好的人才如果这个国家美女很少这个各种资源都比较匮乏，必须要努力工作，然后拼命的卷，然后呢就才可以去这个找到老婆，然后这个就会出现很多妖孽出来，对吧？这个是原来高晓松讲的。其实俄罗斯这个地方呢，我估计就是第一个，它本身教育还可以，另外呢，就是在本地呢也确实没有那么多可以去挣的钱或者可以去玩的事情，所以当互联网可以用的时候呢，他们有很多的人本身水平还是不错的，而且俄罗斯也有1亿多人嘛。日本呢就有点太，我觉得有点太这个叫做什么呢？太按部就班了。俄罗斯人还是比较喜欢这个打破常规的发版号敢收钱了，是这样的。下载4.1G 的这个，好吧，是差不多，那个很小你要是下那个 叫 Maxtra， 大概是20几 G 还是30几 20几 G。Olama 没有像 GPT-4那样图生文文生图的没有，但是呢，它 Olama 有一个模型叫 Lavi 还叫什么，是可以解释图片的。你可以上传一个图片给他，他告诉你图里有什么，这个是有的，生图的没有。
上瘾了，我去下单买一对32G 内存，准备换上，这个成本确实比升级 MacBook 低太多了，是这样的，这个东西挺好玩的，这个风格随意温挺 relax 啊，好吧，有些名人肯定有版权的啊，是不错，这下贾玲的剧本又能抄了，是的。写的太烂俗了。这个其实你可以通过调整这个命令，让它换一个不那么烂俗的方式。好玩的单机游戏都难得做出来，别指望 AI 了。我觉得 AI 最擅长的还是做套路游戏。判断学术上新的方向是看谷歌学术吗？不看啊，我哪有那本事啊？还要多训练，多买显卡。显卡好吧，这样下去，主持人和作家会不会失业啊？一家电视台或别的什么媒体，其实就是一个 AI 就 OK 了，但肯定会有很多人失业，比如撰稿人会失业，但是上去表演的那个人还是会在这里的啊。生成游戏比生成视频难几个数量级吧？不一定，这个真不好说。呃，这种所谓生成实际上是开盲盒，如果要精确的生成出完全是自己要的内容的文章或者图像，那需要写的文字指令比自己写文章或者代码还要多啊，那倒不至于，还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控制的，特别是写小说这种事情。老范觉得 Sora 收费模式会是什么样？这不知道啊，这个我估计它应该还是按秒啊，一秒可能是，比如说收你个10美分，对吧？这个有可能啊。是社区大学啊，我姐的几个孩子这都是 homeschooling 啊，这个然后社区大学，然后转移 UCLA 啊，UCLA 还是不错的。听说俄罗斯的微信也是禁用的，不知道是真，好像是，是吧？苹果汽车都不造车了，小米汽车能成功吗？这个甭管能不能，先上去再说。我记得好像是，丘吉尔原来讲过一个话，就是一帮人在那儿计划诺曼底登陆，然后呢做了非常庞杂的计划，说这个地方有风险，那个地方怎么样，在哪块海滩登陆。然后丘吉尔说你做了再详细的计划，到最后都会有1分钟，你会去喊说列兵谁谁谁现在冲，对吧？那么现在雷军已经抱着枪冲上去了，不可能回来。欧印 AI 后的苹果下一代的 MacBook，估计就是 AI 芯片了。现在其实已经是 M2、M3就已经是 AI 芯片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一定需要方便本地大模型的扩展，期待以后硬件公司要用 AI 来做操作系统，这个我觉得不用啊。苹果真正要干的事情是设计出 AI 如何很好的参与到人的交互里边去，这才是苹果该干的活。我给朋友介绍本地模型之后，哥们儿惊为天人。今天玩了一下午，我最近也是天天玩，玩的可开心了。这个本地模型，头部的主持人和作家不会失业，是这样的。国内很多网络小说写手有脑洞，但文笔极差，全是病句。可以先写好，然后丢给大模型来洗稿润色，这是没问题的。这个以后就不会再看着小说上满是漏洞了啊。这个苹果芯片加大模型，这个其实，因为我们是不可能去训练大模型的，对吧？我们要干的事情都是这个，就是拿大模型回来去回答问题，这个其实对显卡要求不高。很多小说的编辑器支持及时的自动续写，习惯了还是很顺手的，可以自己调续写的颗粒度啊，这个好吧？你怎么看比亚迪的未来？比亚迪我觉得没什么，挺好的呀，他就老老实实造他的车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吧？这个成为，比如说像一个传统的车企那样，对吧？那么多传统车企也都活得好好的，他也可能就好好活下去嘛。他没准会成为汽车行业里的三星呢，对吧？就像手机行业里的这个三星一样，汽车行业里的比如就是比亚迪了，
啊，把其他的大厂都干掉了以后，他在那儿这个开开心心的吃喝玩乐。苹果可以根据大模型需求自己设计合适的芯片。其实它现在那个 M 系列的芯片也是这个 ARM 芯片，然后自己去调就完了，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大家最后会怎么说呢？就是会把这些代码就是在苹果芯片上做优化啊，让它在苹果手机电脑上跑起来，这个事儿是可以的。确实，当年的网络小说多产龙头三少，那文笔都是一塌糊涂。是的，就是以后至少这种烂俗文笔是没问题的。像刚才我们看那个，对吧？这个是一点问题没有。就是我是专门给自己写了一个这种叫编故事的模型，就是我是用告诉他，就是这个 Ollama 里头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叫 model file。model file 啊，然后它是怎么用的呢？就是你写一文件，写一文件里头写着说我从哪个模型开始，然后进来以后呢，我就是告诉他我是如何去使用这个文字的啊，这个有点像 GPTs。刚才呢，我就是说我现在要使用 Llama 啊，不是 Llama，是 E34B，然后呢是这个跟很忠实的去续写啊，去解释这个小说的段落和场景。然后我输入的是这个场景，然后你要很忠实的去处理这个东西，然后呢要去写这个场景，然后人物、肢体、动作、心情啊，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一个东西。然后呢，这个所以就是我每一次输任何东西进去以后，他就挨着个的把这每一项描述一遍，他就干这个事儿。先把《三体》洗一遍，那作者的文笔实属让人看，《三体》的文笔是差点，但《三体》的脑洞开得非常好啊。32G 内存啊，我是32G 内存。未来网络上内容大量来自 AI 刷单的，刷屏的也 AI，没人什么事儿了，看热闹的就好啊，人类就是这个网络社死了啊，也不至于了。Model Fail 一看就是 Dogfail 的，这个是跟 Dogfail 的那个有点像那个感觉啊。然后你只要是最后想 create 啊，就是Ollama create，然后带上这个它就给你做一个新的模型出来，然后你就可以去调用啊，很爽。好啊，这是今天的直播2个小时20多分钟了啊。我们今天基本上到这里，大家周末愉快，明天断更啊，明天让我休息一下。我明天要去看房车展，但是房车展应该没法拍东西，人很多估计。好，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我们的邱总打赏啊，大家再见啊，周末愉快，晚安，结束。